川城豪门家族的继承人。你10岁开始接管家里生意，18岁时就将家族企业做到100亿，20岁时更是身家破千亿，成为天海首富。然而在你大婚当天，亲手养大的未婚妻却为了一个小白脸跳窗逃婚了。你知道后长舒了一口气，只因今天的这一场婚礼是你有意为之。私家与穆家在20年前定下娃娃亲，你与穆玉叶算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些年来，私家被你推上了天海市前5，而穆家也靠着私家赚得盆满钵满。如果按照正常走向，你会和穆玉叶结婚，两家联姻后共创辉煌。可自从3年前一个叫顾宁的家伙出现后，一切都变了。穆玉叶渐渐疏远了你，整日陪着他的顾宁弟弟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也是在那时候起，你就放弃了穆玉叶，也放弃了穆家。之所以隐忍到今天还要和穆玉叶结婚，就是为了名正言顺彻底收回自己给予穆家的一切。然而你不知道的是，家里的傻子养妹早就期待这一刻的到来。离开婚礼现场后，你来到车上，助理急忙递来一个平板。总裁，这是穆小姐从婚礼现场出逃的监控录像。你点了点头，随手划开视频。助理小声道：消息已经被我们封锁了，我也派人跟上了穆小姐，现在要去把她追回来吗？不用，现在立刻解除封锁，购买头条热搜，把穆玉叶逃婚的事情散播出去，然后通知下去，终止与穆家的所有合作，撤除对穆家的所有扶持。助理愣了一下，总裁，要不再考虑一下，这样会有损您的名声。你摆了摆手，有损名声不是事儿，别有损我的财产就行。记得准备好东西，明天我要把我给穆家的东西一分不少的要回来，还有穆玉叶用我的卡买的那些房产、豪车全部收回。这时一段手机铃声打断了你的吩咐，却是穆玉叶打来的。你随手按下接听键。对不起，阿胜。电话里响起了穆玉叶的道歉声。今天的事情我很抱歉，实在是因为顾宁弟弟他太可怜了，他的妈妈现在还在医院抢救，他在天海市无依无靠，也只有我这么一个朋友，我过来陪陪他。我答应你，等阿姨脱离危险后，我立刻就回来和你结婚。你笑了笑问道：穆玉叶，我有一点搞不懂，顾宁的妈妈抢救和你有什么关系？难道她是你失散多年的母亲？可我记得陈婉晴才是你亲妈，而且她也在婚礼现场。穆玉叶顿了顿，思胜，你一个大男人，说话能不能不要那么阴阳怪气？顾宁的妈妈也是我干妈，我干妈在做手术，我陪陪她有错吗？你肯定没有错，错的是我。明知道会是这样，我还要多嘴问那么一句，是我太贱了。等你干妈手术好了，记得通知我一下，我派人给她送个大果篮，感谢她一声。穆玉叶皱了皱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在威胁我吗？我不是都答应你手术结束后回来和你继续结婚吗？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我最讨厌那种小肚鸡肠的人了，我不希望我未来的老公会是那种人。你的脑袋有些懵，完全不知道自己哪里无理取闹，又哪里小肚鸡肠了。你是真的很感谢顾宁的妈妈，要是没有她，穆玉叶也不会那么干脆的逃婚。那么你就要动用第2套方案，那时候自己肯定要少拿回几亿，甚至10几亿的钱。你看到有新的电话，请求接入。我这边来电话了，等改天有空再聊。你挂断了和穆玉叶的通话。陈姨，你找我有事。来电的正是穆玉叶的妈妈陈婉晴，也是你妈妈最好的闺蜜。你跑哪儿去了？你笑道。还能去哪？我当然是回家了。陈婉晴愣了一下。你没有去找玉叶吗？你眉头一皱。我干嘛要去找她？陈婉晴脱口而出。她可是你的新娘，你不去找她吗？你有些无语了。陈姨，她已经逃婚了，那她就不是我的新娘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吗？陈婉晴顿了顿道。小夫妻闹点矛盾很正常的，你去哄哄她不就好了吗？玉叶很好哄的，你说几句好话，给她买点小礼物，她就不生气了。闻言你是真的无语了，真不知道这些人的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难道在他们眼里逃婚是什么很小的事情吗？摇了摇头，你直接挂断了电话。天海市高级私人医院，穆玉叶穿着一身特别定制的婚纱，站在抢救室门口翘首以盼，一旁的顾宁一脸的担忧之色。玉叶姐，你这样跑出来，胜哥真的不会生气吗？穆玉雪笑了笑，不会的，我了解他，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生过我的气。而且我已经和他解释过了，只要干妈脱离危险，我就回去和他结婚。他是一个非常有格局的男人，怎么会怪我呢？而你这边刚回到家门口，两排佣人齐齐弯腰行礼。你一脸微笑的挥手致意。都老熟人了，大家真没必要这么客气。每次回家你们都出来迎接，也挺累的，搞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佣人们齐齐喊道：我们不累，大少爷才辛苦。你尴尬的笑了笑，这么二逼的迎接模式，自己说是佣人们自发的，肯定不会有人信。但事实就是如此，你只是按时发工资，又多给了一些福利，这些人就自发的每天站门口迎接自己。都散了吧，每个人都找管家领红包去。佣人们齐齐躬身。谢谢大少爷。
刚回到客厅，一个17、18岁的少女就冲了过来，你本能的伸手按住了女孩的脑袋。思念慈，我和你说过很多次，不要拿头撞我，很疼的，你知道吗？思念慈摸了摸自己的额头，表示自己不疼。你嘴角抖了抖，不断暗示自己不要和傻子一般见识。这个思念慈是你3岁时父母收养的孤女，说是给你做个伴，养到3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她是大脑发育慢，直到等养到7岁，才知道这丫头不是大脑发育慢，而是个脑残。那时父母要把她送回孤儿院，是你决意把她留下的。养了7年，就算是一条狗也有感情了，况且她还天天跟自己屁股后面叫哥哥。念慈，乖，哥哥还有工作。思念慈眨了眨天真的大眼睛，紧紧抓着你不放手。王妈，你快来把她带走。管家发完红包进来，回了一句：大少爷，王妈她儿媳妇生了，辞职回老家带孙子去了。你心中叹了一口气，王妈在这家里干了10来年，也就她能带得了思念慈，她这一走不要紧，自己可咋办？你只能无奈的摇头。刘管家，你现在立刻去把庄园大门的密码换了，还有去把沐浴液的东西收拾一下，派人即刻送回穆家。刘管家躬身领命，3年了，终于能光明正大的把沐浴液赶出去了。每天看着一个顶着自己未婚妻的名头，却一直和别的男人卿卿我我的女人，你不心烦那是假的。不过现在一切都解脱了，钱马上也能全部追回。想着想着，你只觉得眼皮越来越重，随后坐在沙发上就这么睡了过去。身后，思念慈天真的大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传输17年，知道这17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可是作者创世神啊！狗屁世界规则竟然限制我的自由，逼我当傻子。还好姐姐我有系统，现在剧情已经进入正轨，沐浴液逃婚。只要等我这憨货哥哥醒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用真心把沐浴液追回来，我就可以完成第1个剧情任务，收取契约，也能摆脱规则束缚，变成正常人了。另一边婚礼现场，宾客们早就不耐烦了。这婚到底还结不结了？谁知道啊，时间都拖成这样了。我们的时间难道就不是时间吗？要不是看在司总的面子上，我早就走了。眼见在场的亲朋好友议论纷纷，穆家家主穆天喜也急了。婉晴，你打电话私盛到底是怎么说的？陈婉晴微微一笑，没问题的，我已经把红玉叶的办法交给司盛了，你就放心吧，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穆天喜还是有些不放心，要不还是再打个电话问问。陈婉晴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拨通了你的电话。私家别墅，思念慈直接点了一下拒接键。陈婉晴放下了手机，他挂了。穆天喜拿出自己的手机给你打了过去，但还是响了一下就被挂断。你说司盛是不是真的生气了？陈婉晴摇了摇头，这孩子其他的不行，但脾气却是没得说。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就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生气过。从出生起，他的情绪稳定的就像是个成年人。穆天喜点了点头。不过这一次玉叶真的有些过分，你还是打电话和他说一下，让他不要耍小脾气了，快点跟司盛回来结婚。陈婉晴也觉得有些道理，随后拨打了沐浴液的电话。怎么了，妈？听到沐浴液的声音，陈婉晴松了一口气。司盛去接你了，今天可是你结婚的大喜日子，别闹小脾气了，乖乖的和司盛回来，听到了吗？沐浴液眉头一皱，他现在都学会和你们告状了吗？我都已经和他说得很清楚了，你们就不要再多管我们的闲事了，好不好？还有，你告诉司盛，这次我是真的生气了。沐浴液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顾宁小心翼翼道：“是阿姨打来的。”沐浴液点了点头。他说司盛已经来接我了。顾宁面露痛苦之色。那姐姐你就快些和盛哥回去吧，我自己一个人能承受得住。沐浴液摇了摇头。我说过会陪你一起等干妈出来的，干妈也是妈。这个时候我如果不在，那以后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天海混下去？你放心好了，司盛来了，我让他陪我们一起等。顾宁惊喜道：“真的吗？盛哥也愿意和我们一起等了。”说完，顾宁的神情又变得有些落寞。他那种如天星一般璀璨的人物，怎么可能会多看我和我妈一眼？沐浴液赶忙安慰：“别担心司盛，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从来不会看不起任何人，就算是街上的乞丐，他都能和人家称兄道弟。况且我干妈也是他干妈，他留下来和我们一起等，那也是他应该做的。你放10000个心，万事有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高级私人医院还是司盛开的。早在3年前，他知道干妈的病情后，就给我开通了这里的 VIP 病房。他一直都很大方善良的。等干妈痊愈后，我让司盛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去做个环球蜜月旅行。”顾宁故作惊喜道：“我和妈也可以去吗？”沐浴液点了点头。当然了，你们从来都没去环球旅行过，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去一趟。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要在一起，不是吗？说着，沐浴液的神情也变得有些低落。阿胜他从小就离开了父母，还要带着一个傻子妹妹，
一直过得都很苦很累。等我嫁进私家后，也把你和干妈一起带过去，到时候他就也有弟弟和妈妈关心他了。此时私家别墅大厅，你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里你仿佛被泡在了温水里，不断的飘荡，而在你的身边似乎还有一个人，看不清对方是谁，也看不到对方的脸，就这样迷迷糊糊的飘荡着。突然一道嗡鸣声把你拉回了现实，醒来后你只觉得浑身轻松畅快，再看怀里，思念慈正趴在自己的胸口呼呼大睡，流出的口水都浸透了自己的衣服。你无奈的笑了笑后，接起了一旁的电话。说重点，我还要送念慈回去睡觉。电话那头沉默了3秒钟。总裁，事情已经全部按照您的吩咐办妥，只等明天就能引爆整个天海市乃至全国。你点了点头。你办事我放心，这个月奖金翻倍，现在立刻去财务处领取。电话那边明显一愣，可这个月还没到领工资的日子。你笑了。你媳妇这几天就要生了，对吧？到时候安排到我的那家私人医院，给你开个高级单间。电话里传来了吸气声。谢谢总裁，以后我这条命就卖给你了。你笑着挂断了电话，随后抱起了思念慈，回了房间。一夜时间足够很多事情发酵。次日一早，你从床上醒来，刚睁眼就被吓了一跳。思念慈，你干什么？快点下来！窗台上，思念慈收回了半边身子，回过头，眨着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思念慈呆傻的样子，你松了一口气。你个傻丫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学乖呀？难道真的要这样子把你关在家里养一辈子？思念慈从窗台上直接朝着床上跳了过去，你被迫伸手迎接，砰的一声，思念慈一头撞进你的怀里，顿时疼得你龇牙咧嘴。你真的很无奈，仅仅1天，你就已经开始怀念王妈了。洗漱后，你赶紧离开了这个家。刺氏集团总部大楼总裁办公室，你打开头条新闻热搜榜，果然已经变成了虽天海首富婚礼，新娘逃婚，追从热搜榜第1到第10，全是有关天海首富被逃婚被绿的消息，你看的嘴角都快压不住。这时，前岳父穆天喜打来了电话，你退出新闻界面接通。阿胜啊，那新闻热搜是怎么回事？你没有封锁消息吗？你笑道。我干嘛要封锁消息？穆天喜愣了一下，这可是关乎你私家颜面的大事，你现在想办法撤掉热搜还来得及。我为什么要撤掉热搜？穆天喜又是一愣，难道你一点都不在乎私家的名声？你恍然大悟，原来你是担心我私家的名声啊，这点你可以放心，名声在外有好有坏，我从来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倒是你穆家，想想怎么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吧。穆天喜不解道，我穆家要给你什么交代？是你自己没把玉叶追回来，难道还能怪我穆家不成？你闻言惊呆了，真是搞不懂这穆家人的脑子到底都是怎么长的，为什么一个个都如此奇葩？穆天喜，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是你穆家的穆玉叶和别的男人私奔逃婚，怎么反倒还怪起我来了？穆天喜立刻反驳，玉叶他和你从小就有婚约，早就是你私家的人了，从他住进你私家开始，他的事情就不归我穆家管了，你自己看不住他，那是你的问题，怎么能来怪我穆家呢？你瞬间震惊了，原来穆家人竟然是这种想法，如此说来是自己误会他们了，他们的脑子其实很聪明，早就认定穆玉叶是私家的人了，他们只管拿好处，不管穆玉叶的死活，不正常的那个人反而是自己，竟然把他们这种豪门家族当普通人看，在他们看来，穆玉叶就是个商品，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卖给了私家。明白过来后，你释然了。你们不承认穆玉叶是穆家人，那更好，把这些年我送给穆玉叶的东西都整理一下，我等下亲自来取。穆天喜还想说什么，但电话已经被挂断。这思胜是怎么回事？怎么感觉他像变了个人？一旁的陈婉晴有些担忧，如今谣言满天飞，我担心思胜真的会做出什么傻事，要不要把玉叶叫回来？穆天喜正要说话，忽然手机传来震动，接通后只听到里面传来了焦急的声音：穆总，不好了，思氏集团经导单方面撤走了对我们新开发项目的100亿投资，我们穆氏的股价已经跌停，市值蒸发了超过10亿。穆总，你快想想办法吧。穆天喜手一抖，手机掉到了地上。婉晴，快打电话给玉叶，让他立刻给我滚回来，我去准备一些厚礼，然后亲自去给思胜赔礼道歉。还有，立刻对外宣布，穆家要为思胜补办婚礼，这一次就算是用铁链捆着，也要让他们2个完婚。陈婉晴也听到了穆家即将破产的消息，吓得她马上拨通了穆玉叶的电话。私人医院高级病房，穆玉叶接通后有点不耐烦了：妈，你怎么又打电话了？是思胜又去找你了吗？你告诉他，我很快就回来了。陈婉晴尖声道：无论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我限你30分钟内赶回穆家，否则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穆玉叶眉头一皱：是不是思胜他威胁你了？陈婉晴犹豫了一下：是的，现在思氏对我们撤资，并停掉了和我们所有的合作，我们穆家快破产了。你爸说让你快回来，
我们给思胜补办一场婚礼，危机才能度过。沐玉月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思胜现在变得这么小气，为了让他回去结婚，竟然用出这么卑鄙的手段。不过他那也是因为太爱自己了。他转头看了一眼床上还昏迷不醒的妇人，叹了一口气：妈，你放心吧，我现在就给思胜打电话解释一下，他肯定会停止这些恶作剧的。思氏集团总部大门，你刚刚上车，电话就响了起来。看是沐玉月打来的，你摇头轻笑，想必是自己这般动作让他感到害怕来道歉的吧。可是，一切从3年前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晚了。若非为了布局拿回曾经给出去的一切，根本就没必要拖到现在。虽然你很有钱，但毕竟是好几十亿。从10岁接手家族生意开始，后面赚的每一笔都是自己的血汗钱，谁也别想从你这里白拿走一份。你接通后直接说道：你应该都已经收到消息了吧？我现在正在赶往穆家，等一会儿见面后聊。自己想收回东西，当事人到场自然是最好的，到时候账目一目了然，也不会有什么分歧。沐玉叶心道：果然，妈妈让自己回去，而思胜现在去穆家，时间刚好能碰上。这一切都是思胜自导自演的小把戏。不过自己答应过顾宁，要等干妈醒来再走。思胜知道自己要给他补办婚礼后，应该很开心吧？自己再等等，他应该也不会怪自己吧？好吧，那你先过去，我晚一点应该就能回来。你在穆家等等我，这一次算我错了，你也别生气了。等我回家一定好好的补偿你。你闻言愣住了，自己现在可是去穆家清算的，如果沐玉叶不回来，有些东西还真不好拿回来。不过无所谓了，今天先去把大头拿回来，剩下那点让公司法务的人去要，总能一分不少的要回来的。那行吧，你先忙你的，等以后有机会了再聊。说着，你挂断了电话。成哥，昨天让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前排助理拍了拍自己的文件包。总裁放心，所有资料都带了，保证您今天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你办事我一直都很放心，医院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你现在就让你老婆住进去吧，那里有最好的护工，能更好的照顾她，你也能放心，跟着我东奔西跑。程辉感动的点了点头，谢谢总裁，我这就安排人送她过去。30分钟后，汽车停在了穆家庄园门口，跟着你一起下车的还有一排均高1.8米、体重200斤的壮汉保镖。出门在外难免磕碰，多带些保镖能少很多麻烦。穆家的佣人自然是认识你的，远远的就打开了大门。快去通知老爷，是姑爷回来了。你走进穆家庄园，一路到了客厅。穆天喜和陈婉晴带着穆家小少爷穆谦早就等在客厅。阿胜啊，我这正准备去找你呢，我已经让你妈叫玉叶回家了，她应该马上就能到。你心头一惊，我妈在这儿，快让她出来见我。我倒想问问，她5年前为什么不辞而别？还有那老登一定也回来了对吧？快让她出来见我，我要和她单挑。穆天喜尴尬的笑了笑，你误会了，不是你妈，是婉晴，岳母也是妈，不是吗？你眉头一皱，陈姨什么时候成我岳母了？你可别睁眼说瞎话，我可不是你家姑爷。陈婉晴上前拉住你的手，阿姨知道你还在为昨天的事情生气，不过你们这都是迟早的事情，早点叫妈，晚点叫妈，我都能接受。你浑身一颤，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立刻抽回了手。这个回头再说，你们应该已经收到我私事撤资和你们断开所有合作的消息了吧？穆谦这时跳了出来，姐姐说让你别再搞这种恶作剧了，否则他就真的不理你了。你扭头看向程辉，他说是恶作剧，难道你只是口头吓唬他们？程辉摇了摇头，我非常确定以及肯定，我们的资金已经回到公司账上，而且也出了通告，停止了和穆家的一切合作。您不信可以自己查一下。你立刻拿出手机查了一下，随后松了一口气。穆小弟，你就别出来闹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对了，这些年你姐刷我的卡，给你买了不少好东西吧？快去翻翻你的零花钱，看看够不够还给我，别到时候没钱还了哭鼻子。穆谦歪头瞥了你一眼，送给我的东西怎么还能要回去呢？你摸了摸穆谦的脑袋，你以前给我分了2颗糖，我都吃了，后来你不是还找我要回去了吗？我为什么不能也找你要回我的东西？况且那都是你姐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用我的钱给你买的，我拿回来也是天经地义，不是吗？穆谦愣了一下，给我的东西你休想拿回去！说完他就跑了。这时穆天喜笑道：阿胜啊，你就别逗他了，如果他当真去玉叶那里哭诉，你也免不了一顿豪哄。你嘴角抽了抽，穆家主，你不会是觉得我在开玩笑吧？穆天喜一脸的微笑，童言无忌嘛，咱们也都不是小孩子了，没必要因为小孩的一句话闹什么矛盾，免得徒增笑话。你无奈的摆了摆手。程辉会议从包里取出来一叠资料，穆总，这是这些年穆小姐的花费清单，每一笔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还请您过目。
顺便把上面的钱结一下。穆天喜接过清单，快速翻到最后，手一抖，清单掉落在地。3个亿，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玉叶他搬去私家还不到5年，我们每月给他10万的零花钱，他都花不完，他怎么可能花掉你3亿？你笑了，他花的一直都是我的钱，你们给的自然花不掉啊。前2年倒也不是很多，这大头可都在后面了。穆家主，你怕还不知道吧？你女儿拿着我的卡，带着她那小白脸弟弟四处游山玩水，还给人家买名表豪车。她花在小白脸弟弟身上的钱，可比穆谦这个亲弟弟多了100倍哦！别发呆了，快还钱吧，省得我去法院起诉。穆天喜摇头道：“不可能，这钱是你自愿给玉叶花的，怎么还能要回去？”你挠了挠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自愿的？当初我给穆玉叶开通副卡的时候，已经在合同上注明，这张卡的所有消费都是我暂借给穆玉叶。如果他后面和我结婚领证，那这部分欠款将作为夫妻共同欠款被抵消。可问题是，他逃婚了，所以现在这笔花费依旧是他的欠款。”穆天喜忽然松了一口气，这钱是他穆玉叶花的，凭什么我穆家来还？我们最多只偿还花在我们身上的那一部分。闻言你愣了一下，你突然发现这穆天喜是真的蠢，难怪这些年有自己扶持，穆家还是半死不活的。你不还也无所谓，我会让法务部起诉穆玉叶，冻结他的财产的。不过他享有穆家继承权，只要变卖部分穆家产业就能还上。穆天喜咬了咬牙，变卖产业是最亏本的一种方式。这3亿我给你。你立刻掏出一张卡，还请全部打到上面。收到款后，我立马消除记录。你有30分钟时间。相比于金钱，我更喜欢你穆家的产业。穆天喜颤抖着接过银行卡，用手机转账。几分钟后，你的手机就传来到账信息，你的脸上又有了笑容。穆家果然财大气粗。那么我们现在继续算账吧。当年订婚，你们穆家可是收了我30亿的彩礼，是不是也该还一下了？陈怡，我记得当时那个彩礼钱好像是你收的吧？这都过去5年了，不知道你花没花？陈婉晴脸色一变，那时候说好这个钱不退的，你现在怎么还能要回去？你到底还要不要脸了？你朝程辉示意了一下，程辉立刻取出了一张协议合同。某夫人看仔细了，协议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这30亿是我们总裁给总裁夫人的彩礼钱，由穆小姐的母亲代为保管，结婚后才能划归穆小姐的个人财产。因为穆小姐逃婚是单方面毁约，所以这笔钱依旧是我们总裁的个人财产，我们有权追回。如果不归还，数额已经构成诈骗罪，我们可以对保管方的财产进行清算。穆氏集团是穆家主与穆夫人的共同财产，我们可以清算你们的共同财产。陈婉晴吓得一哆嗦，可我现在没有30亿啊，那些钱已经被我投入穆氏产业了。你笑道，那正好，我们追回这笔钱的时候，顺便还能收取这笔钱这些年产生的所有利润。陈怡可真是好人啊，提前5年就开始帮我投资赚钱了。等这笔钱追回，我一定请陈怡你吃饭。陈婉晴愣了愣，忽然想到了什么，是不是只要你和玉叶结婚，这笔钱就可以不用还了？你点了点头，理论上是这样，结婚后这笔钱就是穆玉叶的私人财产，他愿意给谁就给谁。不过很遗憾，他自己亲手毁约，所以我只能说抱歉了。陈婉晴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你们不是还可以再结婚吗？这一次由我穆家来给你和玉叶补办婚礼，今天就办，马上办。你摇了摇头，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补办婚礼了？陈婉晴愣了一下，玉叶说的，他说等他回来就给你补办婚礼，难道你不愿意娶她了吗？你平静的点了点头。其实从3年前起，我就已经不愿意娶她了。如果不是因为前面早就定下的婚约，我也不会等到现在。你们不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吗？20年的感情，你怎么能说不娶就不娶呢？你微微一笑，这个你就要去问问你的好女儿了。不是我不娶，而是她不嫁。从3年前开始，我们的感情就已经破裂。她喜欢的是那个顾宁，我们2个从小一起长大，我没有为难她，而是选择成全。我觉得我对她已经够好够大度，我现在只是想拿回我自己的钱而已。所以陈怡，还钱吧，我不想真的和你撕破脸，毕竟你是我妈最好的闺蜜。陈婉晴如遭雷击，一口气没缓过来就晕了过去。你眉头一皱，陈辉，立刻通知法务部开始对陈婉晴的财产进行清算，记得把这些年的投资盈利也拿回来，怎么说也有几个亿，都够给全集团发年终福利了。陈辉点了点头，法务部那边早就准备好，只等这边的传信了。很快，穆天喜就接到了通知，穆家已经开始进入破产清算倒计时。你长舒了一口气，对着身后的保镖们挥了挥手。物品清单你们手上应该都有一份，这些年我送穆家的礼物，麻烦你们去一件件帮我找回来，拿得动的就拿，拿不动的就多叫几个人，实在不行可以叫吊车。总之，我的东西全部都要拿走。保镖们齐齐大喝：“总裁放心，保证完成任务。”顷刻间，一众大汉冲入穆家宅院，开始
搬东西，各种名贵家具、古董、花瓶、字画，一件件的往庄园外的货车上搬。一伙人干的是热火朝天，你看的却是心惊肉跳。你没想到自己竟然送了穆家这么多东西。不过前些年穆玉叶还没变心的时候，自己确实把她当作未来老婆养了。两世为人，你一直觉得自己养大的感情更深更可靠，而且穆玉叶从小就可爱，长大了更是大美女。你也是竭尽所能的去宠爱自己这个小媳妇。直到3年前，穆玉叶喜欢上了顾宁，那时候你就已经明白了，穆玉叶对自己的感情更多的可能就是和哥哥或父亲一样的亲情。你那时候也很伤心难过，不过毕竟两世为人，你很快就调整了过来。花被摘了，但花盆总要拿回来，还有那肥沃的土壤，那可都是自己的东西。穆天喜看着不一会儿就空荡荡的宅子，差点崩溃。阿胜啊，咱们两家怎么说也算世交，你何必做得那么狠？你示意了一下程辉，程辉会意，立刻从包里取出一张地契。穆总应该记得这张地契吧？这是当年我们总裁和穆小姐指腹为婚，定下娃娃亲的时候，我们总裁的父亲赠与穆家的一块地皮。如今这门亲是已然告破，那我们将收回这块地皮的使用权。3天后，这块地皮将被拍卖。还请穆总尽快处理好自己的东西，3天内搬出这座庄园。穆天喜闻言，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你们好狠的心啊！这是要对我穆家赶尽杀绝！你笑道：“穆家主说话未免也太难听了吧？我只是拿回我自己的东西而已，怎么就是赶尽杀绝了？”穆天喜情绪激动，翻了翻白眼，也晕了过去。程辉上去检查了一下，总裁，他只是情绪过激导致的晕厥，呼吸和心跳都很正常，一会儿就能醒。你摆了摆手，别管他们了，继续搬。1个小时后，你看到搬的差不多了，挥了挥手。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回去到财务处领今天的3倍工资。一群保镖异口同声道：“谢谢总裁。”你随即带着众人转身离开了穆家庄园。刚上车，程辉的手机就接到了一条消息：“总裁，我老婆要生了。”那还愣着干嘛？快去医院啊！我送你过去。程辉感激道：“谢谢总裁，您的大恩大得我没齿难忘。”你无所谓的，这都是小意思，不用放在心上。等孩子满月，请我喝顿酒就行。车子很快就开到了司氏旗下的私人医院。程辉下了车就往医院里面跑，你看得直摇头。随后你也下了车，在门口超市买了一些小孩的用品，也进了医院。虽然你现在才20岁，但从小你都带着一个小傻子，还要养媳妇，又当爹又当妈的，早就练就了一手奶爸的绝技。产房门口，程辉急得满头大汗，看到你提着一堆东西跟来，情绪有些绷不住。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那只是因为没跟对老板。自从被你聘为助理后，他就再也没有受过一点委屈，能跟着这种老板，简直就是牛马的福音。总裁，要不你给我孩子当爹吧？你愣了一下，随后怒道：“你有病是不是？这么明目张胆的让我当接盘侠，我以前怎么就没看透你？原来是这种人。”程辉慌忙解释：“我刚太急了，没说清楚，我是想让我的孩子认您当干爹。”闻言，你松了一口气。干爹行，干爹可以有。阿胜！忽然身后传来一道惊讶的声音，你回过头看到了还穿着一身婚纱的穆玉叶，在他身边还站着他的亲弟弟顾宁。你是特意赶过来看我和干妈的吗？穆玉叶说着走了过来，你抬起双手看了看手里的2大袋婴儿用品，一脸的不解。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来看你干妈的？我明明是来看我干儿子，不对，也可能是女儿的。你少来和我攀关系。穆玉叶也注意到了你手里的东西。原来程助理的老婆在这生孩子，我现在去买礼物应该还来得及。哎，不用麻烦穆小姐了，您还是回去照顾您的干妈去吧。穆玉叶也笑了，没关系的，你孩子认了司胜当干爹，那我就是干妈，我给自己孩子买点礼物也是应该的。程辉笑道：“穆小姐难道没看新闻吗？您逃婚的事情已经传遍全国了，我孩子的干妈只能是总裁夫人，儿女。”看到程辉戏谑的笑容，穆玉叶立刻打开了手机，随即就被淹没在了无数网友的评论中。因为被曝常年与其他男子出入各种娱乐场所、酒店、酒吧，还有主动逃婚的视频，全网都在抨击他，各种咒骂、恶搞短视频铺天盖地。穆玉叶只是看了一会儿，手机就滑落到了地上。阿胜，不是这样的，我没有出轨，我没有对不起你，你是知道的，每一次我都会和你解释的。你点了点头，穆玉叶心中一喜，上前抓住了你的手。只要你相信我就够了，我们现在就回去完成婚礼，我会出面澄清一切的，绝对不让别人给你扣绿帽子。你甩开穆玉叶的手，笑道：“你我本来就没有关系，你和谁玩那是你的自由，当然不算出轨。至于些许网络留言，就当个乐子，过几天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和你的婚约我已经退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勇敢的去追逐你的爱吧。不用感谢我，我衷心的祝福你们。对了，忘记提醒你了，你干妈的住院费该交了，3年大概1000万，加上几次手术，最多不超过1500万。我的医院很良心的，绝不多收费。”穆玉叶瞪大了双眼：“你说什么？
你要和我退婚？你皱了皱眉。什么叫我要和你退婚？是你逃婚单方面撕毁订婚协议，你别什么帽子都往我头上扣好不好？我觉得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给你干妈补交住院费，最晚明天要是还拿不出钱，那我的法务部就该起诉顾宁了。沐浴液早就惊呆了，还没回过神来，顾宁却急了。盛哥，你为什么要起诉我啊？这个高级病房不是你专门给我妈开的吗？你点了点头，没错，确实是专门给你妈开的，但我又没说过免费啊。顾宁闻言只觉得天都塌了。当初转院到这里，沐浴液只说是他自己安排的，根本没说过还要付费。私人医院的费用，那可不是他能承担得起。月姐，你当初也没告诉我要付费啊，现在可怎么办啊？沐浴液终于回过神来，不就1000多万吗？你急什么？阿胜他又没有那么小气。说完，沐浴液再次拉起了你的手。别闹了好不好？我答应你，现在就和你回去结婚。至于干妈的医药费，你就给她免了吧，反正这些钱对你不过9牛1毛，就当我失约没有陪到她醒来，度过危险期的补偿吧。闻言，你的脑袋嗡嗡作响，只感觉自己的耳朵坏掉了，不然怎么能听见这种毫无逻辑、毫无底线的话？首先，我们的婚约已经取消了，不可能再结婚。其次，那是你干妈，不是我干妈，我没有任何义务为你对别人的承诺买单。说着，你再次甩开沐浴液的手，看着这个自己亲手养大的女孩，如今变成这般模样，你的心中隐隐作痛。痛的不是她离开自己，痛的是自己10多年的心血，竟然只交出这么多玩意儿。沐浴液被再次甩开后，她的眼眶瞬间红了。我都愿意和你回去了，也已经低头了，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才肯罢休？一旁，顾宁看到两人这般模样，立刻插到了两人中间。盛哥，我知道姐姐抛下你来医院看我妈，你很生气，我可以和你道歉，只求你不要再用这些话去刺激姐姐了。你耸了耸肩，我没生气啊，我说的也不是气话。你有空在这里和我闲聊，还不如想想怎么还钱吧。沐浴液拉开了顾宁。思胜，顾宁他都那么低声下气求你了，你的气还不能消吗？我现在真的很生气，以后我再也不理你了。顾宁心中大骂蠢货，这种时候还不服软，上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姐姐，你别生盛哥的气，他也是因为太爱你才弄出来这么多事情。你和盛哥道个歉，他不会怪你的。沐浴液此时已经气急，他恶狠狠地瞪了你一眼，拉起顾宁转身就走。你不用为他求情了，不就是1000多万的医药费吗？我给干妈掏了，绝不让你和干妈受他的气。看着两人手牵手离开，你摇了摇头。我一手养大了2个女孩，一个是神经病，一个是傻子。成哥，你说我是不是天生克孩子？要不还是算了吧，别给你家孩子也磕坏了。陈辉笑道：“您可真会开玩笑。念慈小姐本身就是因为大脑不发育才被遗弃的，是您好心收留了她，这怎么能算是你养傻了呢？还有穆小姐，她哪里是什么神经病，不过就是仗着你对她的宠爱自欺欺人罢了。我非常愿意让我的孩子认您当干爹，也沾沾总裁您的贵气和才气，说不定我家孩子以后也能成为像您一样的人，中龙凤。”你挠了挠头，我有那么优秀吗？陈辉点了点头。您是我见过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放眼全国，在您这个岁数，没有这般成就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你摆了摆手，哎呀，这话说的，我就是运气好了一点罢了。这倒不是你在自夸，前世你只是个小老板，就算带着记忆投胎，也不可能成为什么天才。主要是这个世界的钱太好赚了，要是把前世知道的那些真正的天才放过来，现在早就应该成为全国首富，乃至于世界首富了。这个世界明明有着非常完善的体系，但偏偏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怎么去运用。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人的智商真心不高。孕妇的家属在哪里？顺产女孩6斤2两，母女平安。程辉立刻激动地冲了上去，看到那皱巴巴的孩子，手脚有些发软。你上去接过孩子，还愣着干嘛？推你老婆回病房啊！程辉反应过来，立刻冲进产房。人逢喜事精神爽，多了个女儿你也很开心，直接给开了最高等级的 VIP 病房。在路过其中一个 VIP 病房时，沐浴液从里面冲了出来，你本能地护住了手里的孩子，扭身就把沐浴液甩到了一边。沐浴液，你是不是有病？你没看到我手里还抱着个婴儿吗？要是吓到我女儿，我一定不会放过她。说完，你抱着孩子快步走入隔壁房间。沐浴液坐在地上，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他竟然打我了，为什么会这样？顾宁从房间里快步走出，扶起沐浴液。盛哥他应该不是故意的，你不要怪他。沐浴液摇了摇头。3年来，你已经替他说了太多好话，我再也不想听了。我们还是先去缴费吧，不能让他们把干妈的药给停了。顾宁点了点头，和沐浴液去了缴费处。不一会儿，缴费人员把一张金黑色的附属卡递了出来。小姐，您的这张卡已经被销户。沐浴液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
这张卡我都用了5年了，怎么会被销毁？一定是司胜干的，我要去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沐玉叶提着婚纱跑回你前面进去的那个病房，还不等他推门，你就已经从里面出来了。沐玉叶，你杵在门口干嘛？这里面有刚生完孩子的产妇，还有婴儿，你要胡闹，还请换个地方。沐玉叶咬了咬嘴唇，把你拉到了隔壁病房。看到床上的妇女，你笑道：“这就是顾宁的妈妈吧？也就是你的干妈？不对，应该是你未来的婆婆才对。干妈加婆婆，亲上加亲，一定会很幸福的。”沐玉叶瞪眼道：“她只是我的干妈，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我婆婆。我要嫁的人只有你。”你有点没搞懂沐玉叶的逻辑，你到底什么意思？忽然你恍然大悟，我知道了，是不是顾宁的老婆不同意离婚啊？这个你放心，我派人调查过了，他们都还没到法定年龄结婚，也就是在老家走了形式，再等2年，他年纪够了，你直接和他领结婚证，到时你们就是合法的。沐玉叶眉头紧锁，你说顾宁老家已经娶妻？你有些惊讶，你们在一起3年，他不会还没有告诉你吧？这个很好查的，只要去他的户籍地随便问问就清楚。他高考考上天海大学，可是他村里唯一的大学生，乡里乡亲给他说媒的多了去了，他来上学的学费还是办酒席收的礼钱呢。沐玉叶愣了一下后摇了摇头，先别管这个，我现在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卡给停了。你当初承诺过我可以随意使用，你现在是什么意思？是想用这个逼我低头吗？那我告诉你，你赢了，我低头了，我求求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把我的卡恢复后，给干妈交了医药费，我们立刻就回家结婚。你脸上的3叉神经止不住的抽了抽。沐玉叶，你到底在说什么？我当初是承诺过那张亲属卡你可以随便使用，但你明白什么是亲属吗？以前你是我未婚妻，可以算未来亲属，可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了，我收回亲属卡的使用权有什么问题吗？你还想要的话，可以找你的顾宁弟弟要一张他的亲属卡，那是你未来老公，你花他的钱天经地义，懂吗？沐玉叶瞪大了眼睛，一脸的不可置信。司胜，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他只是我认的一个弟弟，他怎么可能会是我未来的老公呢？我都和你解释过无数遍了，我只爱你，也只会和你结婚，你为什么总是不肯相信我？你无奈扶额，所以你想说你和顾宁只是玩玩，和我才是真爱？沐玉叶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我和你是真爱，也从来就没有和顾宁玩过。你笑道：“那我来给你算算啊，3年来你和顾宁去过全国70多个旅游景点，开过340多次房，还一起吃过800多顿饭。你给他买房、买车、买名表、买各种奢侈服装，你们2个3年来都快融为一体了。你现在却跟我说你没和他玩过，是他不行吗？”沐玉叶惊恐的摇头：“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可以解释的，你可不可以听我解释？”你点了点头，拉开陪护椅坐了下去。请开始你的表演，我倒是好奇你能怎么解释。沐玉叶深吸了一口气，我和他去那么多景点，其实都是为了你。顾宁说那些地方都有灵气，我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在为你祈福。你瞪大了眼睛，眼珠子差点没有掉出来。那你们去开房几百次呢？不会也是为了给我求子吧？那我可真是太幸福了。沐玉叶立马否认：“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们开的都是双人房，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你忽然坐直了身体，所以说顾宁他不行。沐玉叶怒道：“你不要再这样恶意揣测我们了好不好？我们一直都是纯洁的姐弟关系。”你无所谓的笑了笑。好好好，我相信你们很纯洁，请你继续你的表演。沐玉叶眼眶微红，你还是不信我？我到底要用什么来证明你才肯相信我？我信不信你有那么重要吗？你说你的故事就行了，听到精彩的地方我会给你鼓掌的。那好，我继续说。我和顾宁本就是同校同学，我们又是姐弟。顾宁家里穷，还要攒钱给他的妈妈看病，我可怜他才每天请他吃饭呢，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你点了点头。你很有爱心，当然没问题。那你为什么不花你自己的钱请他吃饭？你每天刷着我的卡，用我的钱去发扬你的爱心，用我的钱去给他买豪宅豪车，用我的钱去让他享受每一天。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那是我每天忙到凌晨和别人喝酒，喝到吐血，一分一分挣来。他穷，你可怜他，那你怎么不可怜我？再怎么说，咱们也是从小长到大的，也没见你给我送个表、送个车啥的，你给我送个玩具的也行啊，你又不是送不起。沐玉叶摇头道：“不是这样的，你误会啊，那些东西不是我送给他的，是他和我借的，他说他会还的。我想着你有那么多钱，就先借给他，等以后他赚钱了再还给你。他说过会给利息的。”你眯起了眼睛。你借给他的那借据呢？拿出来我看看。沐玉叶的眼神有些躲闪。都是一家人，要什么借据他肯定会还的。你敲了敲桌子。他拿什么还？2个多亿，他有什么能力偿还？沐玉叶想了想道：“你可以再借他一点钱，让他去创业。
很快他就能还上。你忽然笑了。沐浴液啊，沐浴液，你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不过我公司还有事，就先不陪你聊了。沐浴液抓住你的手臂，你不能走，你还要和我回去结婚。闻言，你的眼角有些抽搐，你实在搞不懂这沐浴液的脑子是怎么长的，难道真的是自己这些年来给宠成脑残了？沐浴液，你搞清楚，我们的婚礼早就已经结束，我们之间的婚约也结束了，你听明白了吗？沐浴液瘪了瘪嘴，带着哭腔道：那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和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任性了，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我们回家马上就结婚，这一次我一定不会再跑了。你又一次抖开沐浴液的手。我前面已经和你说过，我们的婚约取消了，你逃婚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婚约就已经结束了。沐浴液摇头道：就算没婚约，我们一样可以结婚啊，重新定个日子不就好了？你纠结那个婚约干嘛？你挠了挠头，觉得沐浴液说的还挺对的，普通人确实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看到你停下思考，沐浴液心中一喜，决定来个乘胜追击。退一万步讲，就算婚约取消了，我们还是指腹为婚呢。我们的婚事是你妈妈20年前亲口许下的，你家都已经给过聘礼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你这时候忽然笑了。我已经去你家把聘礼都给要回来了，所以指腹为婚这个说法已经不成立了。沐浴液闻言惊了。你说什么？那你把穆家庄园的地也都要回去了？你把地收回去，我爸妈和我弟弟怎么办？他们住哪里？你摊了摊手。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天海到处都有卖房子和出租房子，找个地方住又有何难？沐浴液用无辜的眼神看着你。你真的要做到这种地步吗？你就不怕我真的离开你？你平静地摇了摇头。该怕的人从来都不是我，而是你，还有穆家。你干妈醒了，你该去照顾她了。说完，你扭头打开了房门，门口还站着一脸微笑的顾宁。以后她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也可以把她当作浇花。当然，更重要的是，快点交钱吧！我衷心的祝福阿姨能痊愈。说完后，你扬长而去。今天你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不仅拿回了自己的钱，还多了个女儿。该去找个先生算算，给女儿取个和自己不冲的名字。不过自己以后可不能再宠溺这个小丫头，要是养成和沐浴液一样的脑残，那可真就废了。病房里，沐浴液来到病床前，鞠了个躬。干妈，对不起，我答应过阿生，只要你醒了，我就回去和他结婚。我先走了，等以后有空再来看你。顾宁走进来，一脸的苦涩。姐姐，你要是走了，那我妈的医药费该怎么办啊？沐浴液笑道：不用担心，我家里现在正忙着给思胜补办婚礼，等我回去结完婚拿到那笔钱，立刻就把医药费打过来给你。顾宁顿时一脸希冀。谢谢姐姐，这些钱就当是我借的，我以后一定会还给你的。沐浴液拍了拍顾宁的肩膀，我相信你可以的，加油。说完，他提起婚纱，快步朝医院外跑去。可等跑到门口，才发现你早已消失不见。穆家已经在给他们筹备补办婚礼了。他觉得你一定是去穆家了。穆家庄园大门口，沐浴液下了出租车。往日里非常热闹的庄园，今日却显得格外冷清。平日他走到门口，必然有佣人前来迎接，然而今天一个人都没有。难道是他们都在准备给他和思胜补办婚礼？肯定是这样的。沐浴液本来暗淡的脸上瞬间有了光，提起婚纱朝庄园内跑去。可当他来到宅院门前，整个人都呆住了。没有佣人，没有婚礼，什么都没有。爸妈，弟弟，你们去哪了？沐浴液冲入宅院，看到空荡荡的屋子，心中涌现一股悲凉。我的大鱼缸呢？我和阿生一起养的那2条锦鲤呢？还有我们一起种的茶花，为什么都没了？到底是谁拿走了我的东西？沐浴液赶紧跑进了大厅，只见全家人都坐在大厅里，一个个脸色铁青。穆天喜语气冰冷：你总算知道回来了。沐浴液眉头微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家里变得空荡荡的？我和阿生的东西为什么都没了？你给我闭嘴！穆天喜怒喝一声：你还有脸提？你是怎么敢在思胜婚礼上逃婚的？谁给你的胆子？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你和他相处了20年，难道还不知道他的手段有多狠？沐浴液后退了2步，神情满是惊恐。你的意思是说，这些都是阿胜干的？我不信，你们一定是在骗我。我们在一起20年了，我比你们都了解他，他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就算我犯了再大的错，他都不会怪我，更不会报复我。陈婉晴捂着额头，你不信也没办法，这就是事实。他不仅拿走了他曾经送来的仪器，更是追回了你花他钱买的所有东西，连你的彩礼，还有他爹当年给的聘礼地皮都收回去。我们穆家已经破产了，什么都没了。说着说着，陈婉晴又开始头晕，最后靠在椅子上不断的喘息。沐浴液一脸的不可置信：不会的，一定是你们搞错了，他不会对我这样的。以前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从来没有生过气。
我这就去找他，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转身就冲出了庄园。1个小时后，私家庄园大门前，密码错误，请重新输入，指纹解锁失败，面部解锁失败，警报，入侵警报。沐浴液试了所有办法，都无法打开这个大门。你的私事集团是目前国内智能研发的领头羊，光就这一个智能锁就已经遥遥领先国内水平。触发警报后，沐浴液立刻后退了几步，他知道警报后会有电击。刘管家，你在吗？我是你们少夫人，可不可以给我开个门？庄园内的刘管家早就知道，不过大少爷吩咐过，不能放沐浴液进来，他也不敢违抗。穆小姐，你还是走吧，大少爷说了，没有他的准许，外人不能踏入庄园一步。沐浴液灵机一动，念慈，我是玉叶嫂子，你能不能来给嫂子开个门？在池塘边遛鱼的思念慈眼里出现了惊讶之色，然后让我那偏执哥哥彻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痛改前非，狠狠的追求吗？难道是我记错了？可这是我自己写的剧情，我怎么会记错了？青梅竹马20年，历经磨难考验，最终走到一起，多么完美的结局啊！只不过这个沐浴液从小到大总针对我，我都不知道，原来我笔下的女主这么讨厌。唉，真是委屈了我那傻哥哥。沐浴液在庄园外喊了许久，喊累了，还是没有人来开门。他想到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公司沐浴液提起婚纱，冲到马路上拦下一辆出租车，朝思氏集团赶去。思氏集团前台惊呼，几个保安立马冲了进来，看到是这个穿着婚纱的女人，都愣了一下。这玩意还真不好搞，要是一不小心容易被讹上。沐浴液摆手解释道：“我真的是你们总裁夫人，我今天就是回来和他结婚的，你们放我过去，等我结婚后一定好好报答你们。”保安们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趁着他们分神之际，沐浴液一把扯下了前台的门禁卡，撒腿就跑。刷开门禁后，他不敢等电梯，只能冲入楼道。总裁办公室在28楼，等他好不容易跑到时，楼道门口已经有2个保安在等着他了。求求你们让我见他一面好不好？我真的有很急的事情要找他。沐浴液真哭了，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要见思胜一面会有这么难。以前他只要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思胜就会主动出现在他面前，可现在电话打通了，他说他在忙，信息更是看都不会看。明明昨天这一切都还好好的，可今天全部都变了。2个保安对视了一眼，终究还是不忍心，让开了身体。人家爬28楼上来的，本来一身漂亮的婚纱，现在也变不调了，美美的妆花的都成马赛克了。思氏的口号一直都是以人为本，放他一马，总裁人那么好，应该不会怪他们才是。沐浴液给2人鞠了个躬，光着脚丫子冲向了总裁办公室。思胜正看文件，忽然门口冲进来一团马赛克，顿时吓了一跳。何方妖孽还不快！呸！你是谁？跑我这里来干嘛？沐浴液抓起婚纱，在脸上使劲的抹了抹。思胜愣了一下，沐浴液，你搞什么鬼？怎么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沐浴液满脸委屈的看着思胜，泪珠止不住的滑落。他们不让我见你，呜，好多坏人不让我见到你。思胜皱了皱眉，他们不让你上来，你不会在下面等吗？我是马上要死了，见一面少一面吗？都是朋友，你这么一搞，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沐浴液一边摇头，泪洒当场。不，我不要当你朋友，我要做你妻子，我们结婚吧。这一次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再离开你了。思胜摆了摆手，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没必要再提了。况且都已经把东西收回来了，再提这种事情也不合适。20年的老朋友了，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沐浴液爬了那么久的楼梯，已经太累了，直接赖在了地上。我不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难道就因为我逃了一次婚吗？我不相信你会因为这点事情而不要我。思胜点了点头，你说的对，确实不仅仅只是因为你逃婚了。沐浴液惨笑道，我想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难道是因为顾宁吗？可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啊！我可以接受任何检查。思胜起身来到沐浴液旁边，把他扶到了沙发上。其实我真的相信你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要弄死顾宁只是打个喷嚏的功夫而已，他没死，完全是因为我知道会有一个顾宁，那么就会有第2个、第3个。你能保证在遇到第1个的时候不会背叛我，但你能保证第2、第3个也不会背叛我吗？其实说来也怪我从小把你保护得太好了，你的好奇心被压抑得太久了。当你翅膀硬的那天，你就会不断的去尝试，去试探我的底线。从你第1次把顾宁带回家，第1次在我面前试图抵抗我指令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我错了，我真的错得很离谱。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管过你，而你也没有让我失望，在我面前越来越放肆，直到昨天，你连逃婚这种事情都敢做出来。你根本不是因为那所谓的干妈而逃婚，你只不过是在享受那种抵抗我的快感罢了。当我彻底放弃你后，你没了假想敌，你感觉到了空虚，导致你疯狂的想要回到我身边。沐浴液神色巨变，疯狂摇头道，不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假想敌，从我懂事那年起，我就已经认定你了。我还在你面前说过，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嫁给你。我天真的以为任何事情都无法把我们分开，是我高估了你的忍耐限度，也低估你的决心。我知道错了，我好害怕失去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从今往后我一定听你的话，处处以你为中心，我的
眼里心里也只装着你。司胜笑了笑，抓起桌上的纸巾递了过去。那你可有想过，未来以何种身份出现在我身边？你应该不会觉得你还能做我的妻子吧？沐玉叶愣了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司胜叹了口气，哎，算了，你永远都无法明白，用心血浇灌的鲜花被人偷走的那种感觉，永远都回不去了，知道吗？即使再无瑕的美玉，在满是裂纹的镜头下，它也是破碎不堪的。沐玉叶用懵懂的目光看着司胜，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我一定让你伤透了心，我会用行动来弥补你的。眼见无法劝说，司胜也懒得再去理会，直接走出了办公室。沐玉叶随后追了出来，你要去哪里？司胜想了想道，当然是回家，小傻子还在家里等我呢，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在池塘里捞鱼，还是在草坪上打滚，没有王妈的日子我可怎么活啊？沐玉叶目光微闪，我可以帮你照顾念慈，我和他是一起长大的，彼此都熟悉。司胜翻了下白眼，你可拉倒吧，你应该说你们两个都是我带大的，很明显他是个傻子，你也差不到哪里。闻言沐玉叶忽然笑了一下，原来司胜说的一点都没错，自己一直都在试图抵抗他。如果是以前自己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跑去医院，因为那样他会觉得自己找到了逃离牢笼的借口。可现在他却一点都不想去了，别人的死活与他何干？那里不是牢笼，那里是家，离开那里从来都不需要什么借口，回去才要。顾宁，你欠他的该还了。顾宁愣了一下，姐姐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沐玉叶笑了笑道，你从我这里借走了几个亿，你说过会还的，你忘记了吗？顾宁眼神有些飘忽，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挂断电话。可我刚收到短信提醒，我名下的那些东西都已经被追回了，我不欠他了。沐玉叶想起了自己在病房里和司胜极力辩驳的话，顿时感觉自己真的有些好笑。他收回去是他的事情，你从我这里借的钱，当然要从我这里还回去。顾宁咬了咬牙，还想再挣扎一下。姐姐说的对，可我现在确实没有钱。你不是说过会让胜哥给我一笔钱创业吗？只要他能给我投资创业，我一定可以很快就还上钱的。沐玉叶鄙夷道，你一个每天只会哭哭啼啼、软弱无比的软脚男，你有什么能力创业？就凭你也配住豪宅开豪车？那些名表奢侈品牌的定制服饰穿在你身上，简直就是在侮辱那些东西。赶紧还钱，连带利息总计2亿3千万，我给你1个小时的时间，还不上钱，我就把你剁碎了喂狗。听到这个噩耗，顾宁的手一抖，直接挂断了电话，回头看了一眼还亮着灯的手术室，咬了咬牙，扭头就跑。本来那里面的就是一个重症患者，自己让他配合演戏，让他多活了3年，就算现在死了也值了。反正他顾宁不能死。沐玉叶是什么人，他很清楚，那就是一个凶狠的心理变态。每一次他去祈福，都让自己举牌跪1天，狠的时候1天1夜都有可能。每一次去开房更过分，都把自己绑起来，戴上个写着司胜2字的头套，用鞭子疯狂地抽打自己，一边打还一边咒骂，问自己司胜为什么不理他了，为什么不紧张他了。沐玉叶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一边想着各种办法借口离开司胜，等司胜真的不管不问了，他又崩溃的来打自己泄愤。自从3年前自己签下那份给他当弟弟的协议开始，每天都活在了噩梦之中。他甚至想让自己和那个演员妈成为他的陪嫁，一起嫁入司家，让自己去给司胜当弟弟，给司胜营造一个完美的家庭氛围。为了阻止这种恐怖事情发生，他一边要装无辜，不断说好话，维护2人之间的关系，一边拼了命的想办法阻挠他嫁入司家。以前沐玉叶可能还会顾忌被司胜发现，不敢做的那么明目张胆，可现在司胜不要他了，那他肯定会把所有仇恨都算在自己头上，所以跑路才是最明智的选择。被顾宁挂断电话，沐玉叶嘴角扬起了一抹冷笑。这些年他跟着司胜，多多少少也是学了些手段，在外面自然也培植了一些自己的隐藏势力。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拨出，说了几句后挂断了电话。紧接着沐玉叶脸色一变，光脚朝着电梯跑去。总部大楼门前，沐玉叶一头钻进了司胜的专车里。我没有钱，穆家马上就要被你推平了，你家又不让我去，以后我就住你车上了。20年的交情，你应该不会见死不救，对吧？司胜呲牙想了想道，我可以给你租个200块的小房间。沐玉叶摇了摇头，不够，那我吃饭怎么办？这么多年我已经吃惯了家里的味道。司胜皱眉想了想，我可以资助你2箱泡面，什么海鲜的、牛肉的、酸菜的，你想吃哪种口味都行。你都20了，可以出去找工作养活自己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回穆家，虽然他们现在被清算，但变卖一切后应该还能剩下一些，不过你要做好回去会挨打的准备。沐玉叶还是摇头，我要去你公司上班，你们开的工资比其他老板高。司胜嘴角抽搐了一下，虽然我很善良，但你可别得寸进尺，不然连朋友都没得做。沐玉叶点了点头道，你知道的，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我想去你公司面试，你也不用给我开后门，如果面试不通过，我就去当保洁，如果通过了，你不能故意卡我。司胜摸了摸鼻子，心头一个不成熟的计划成型，你要是真的有才能，可以帮我赚钱，我自然是欢迎你的。恰好穆家清算后，我会接手很大一部分穆家产业，刚好需要人打理。闻言沐玉叶低下了头，你这是在羞辱我吗？司胜笑了笑道，我还不至于小气到那种地步，只不过是你穆家大小姐的名头，还能唬唬人罢了。你要是不想来，可以不来，我不强求。沐玉叶抬头看着司胜的眼睛，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司胜点了点头，错开了目光，终究还是心软了，自己一手养大的人，总不能真丢在外面饿死吧。穆家那部分产业就当自己的诀别礼了。此后桥路两归，碧园小区送沐玉叶去到出租屋后，司胜丢下一些钱，转身就走。虽然嘴里说的绝，但他还不至于真的只给租200的房子，当然他也只是给交了3个月的
的房租，不可能再长期养着他。第3个红绿灯路口，只听见咔嚓一声，门被开了，一个身着红衣的女人钻了上来。司胜都懵了，前面是沐浴液，现在又是这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家伙。他的车就那么的好上吗？你他妈的谁啊？我等红灯你就上我车。其实他还有一句没说，他讨厌这种逃婚的女人，不爱不答应就是了，为什么非得等结婚当场跑路？这是明显的不负责任，不尊重另一方的做法。这种人品低下的女人，再漂亮司胜都不会多看一眼。眼见挣扎无果，女人脸上露出了委屈的表情，求求你放我走，我真的不能再被抓回去了。司胜恍然大悟，忽然出手，一手拽住了女人的左手，一手把她的头按在了车门上。原来你还是逃犯，那你今天可算是栽了，我正愁怎么顶掉我的负面消息呢，你就送上门了。女人都吓傻了，我不是逃犯，我真的不是逃犯啊，你放开我，我的手好疼啊。司胜撇了撇嘴，你害怕报警，害怕再被抓进去，你不仅是逃犯，你他妈的还是惯犯。小姑娘年纪轻轻不学好，你这种骗完婚拿了彩礼就跑路的我见多了，是不是看我这是豪车，觉得我有钱？你是不是以为卖点惨我就会上当，成为你的下一个目标？这一次你失误了，我可是5好杰出青年，最喜欢打击你这种罪犯。女人都懵了，她搞不懂自己真的只是想躲一躲，什么叫看他开豪车就把他当做下个目标？明明是这个路口就一辆豪车，不对，是一辆车好吧？可万万没想到会遇上这么一个5好杰出青年。为什么这种神经病也能成为5好杰出青年？这不合理啊，一定是这个神经病瞎编的。大哥，我真的好人，我知道错了，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司胜心坚如铁，还是按着女人，有什么话还是留着去和执法队说吧。老王快开车，直接去执法局。司机老王一脚油门，直奔执法局而去。20分钟后，执法局门口，女人一脸幽怨地瞪着司胜，我都说了我是好人，现在信了吧？司胜耸了耸肩，信了，我要回家了，下次记得别再做这种危险动作了，再见。女人忽然抱住了司胜的手臂，你害我的行踪暴露，我家人马上就要来抓我回去，你不能走，你要对我负责。司胜甩开了女人，你后面就是执法局，你家人逼迫你，你可以去告他们，我是见义勇为的5好杰出青年，我对你负什么责？女人苦着脸道，执法局的人能管我一次，还能次次都管吗？我已经被他们抓回去3次了，这一次再被抓回去，我真的没办法再逃了。司胜不解道，你有手有脚，还能被抓回去3次，你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女人怒道，你脑子才有问题，你全家脑子都有问题。司胜笑了笑，你的家人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而你不跑，却有闲心在这里和我斗嘴，所以你每次被抓回去都是自愿的，故意的，对吗？是不是对方给的钱太少了，你不满意，想用这种逃婚的方式涨价？女人瞪大了眼睛反驳道，我没有，我是真的想逃，心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脏的。司胜心念一动，微微一笑，你可别血口喷人，我常年荣获5好市民奖、优秀青年奖、好人好事做尽，我家里的奖杯多的都摆不下，拿来当杯子喝水，我家里的锦旗多的都挂不下，一层叠着一层，数都数不清。你说我心脏，我的心灵纯洁的堪比天上的皎月，没有一丝的杂质。女人扬起脸鄙夷道，吹牛不打草稿，你以为你是谁？就你这大脑发育不完全，小脑完全不发育的样子，开个豪车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你这种人除了高傲自大外一无是处。司胜瞥了一眼手表，笑了笑道，你也不是什么好货，眼睛斜鼻子歪，出口成脏破锣嗓，我都搞不懂，就你这样有人肯娶你，你都该烧高香了，你竟然还有脸逃婚，你还逃3次，我看一定是你拿了人家东西不想还，人家是追债才来抓你的吧？我要是你，还不如找块豆腐撞死算了。女人愣了一下，随后拉起衣角在脸上搓了搓，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本姑娘就是在扮丑而已，我这嗓子也是喊救命喊哑的，不是我拿了人家东西不还，是我家人拿了人家的钱不还，才一次次逼我嫁给那个老头，你现在明白了吗？错的不是我，是他们。司胜点了点头，呵呵一笑，我明白了，你脑子确实有病。话音落下，一伙人冲到了女人身边，把她围住。女人吓得花容失色，二叔、三婶，我求求你们，我真的不想嫁给那个老头，你们不要逼我了好不好？你们告诉我爸，我可是他的亲生女儿啊，他不能这样对我。看着一群人在那里拉扯，司胜只觉得好笑，口口声声说不喜欢要逃婚，但就是不跑，宁可等着人来抓，也要和自己斗嘴扯淡，这不是神经病还能是什么？也不知道哪个倒霉蛋摊上了这样的媳妇，这种估计下雨了都不懂得往家里跑，以后估计有的哭了。摇了摇头，司胜转身上了车，砰！忽然，司胜只觉得自己被人撞了一下，一头扎进车内，后背一沉，被重物给压住。快开车，快开车啊！女人紧紧拉着车门，激动地呼喊，想让司机开车，可老王却是纹丝不动，他只听老板的命令。司胜找到机会，把女人抖开爬了起来。我尼玛，你这个疯子又想干什么？女人急道，你快让司机开车，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好不好？司胜翻了翻白眼，执法局就在前面，你不去求他们救你，反而来求我，你是真有大病，现在立刻滚下去，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女人眼里闪过一丝狠劲，朝着司胜扑了过来，一口就怼在了司胜嘴上。这是我的初吻，你救我，我嫁给你。司胜都懵了，这种情况两世为人
人头一遭。司机老王一直注视着倒车镜，看到这种情况，一脚油门冲了出去，很快就甩开了女孩的亲戚家人。你现在已经安全了，能不能先放开我？女孩脸一红，从司胜的身上爬了起来。谢谢你，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司胜摇了摇头，下一个公交站我会把你放下去，你好自为之吧。以后要逃跑就赶紧跑，别再跟个傻子一样，等在原地被抓了。女人抿了抿红唇，我不走，我要跟你回家，我要嫁给你。司胜愣了一下，随后皱起了眉头。婚姻不是儿戏，你想脱身利用我一次就算了，我不跟你计较，但你若想得寸进尺，我有的是手段治你。女人瘪了瘪嘴，泪花在眼睛里打转，反正都要被逼着嫁人，嫁给那个老头，我还不如嫁给你，起码你很年轻，还很帅，我真的快要被他们逼死了，求求你，救救我。司胜摇了摇头，求救的办法有很多，你不需要赌上自己的一辈子。如果天海市容不下你，你可以远走他乡，这个国家那么大，去什么地方都能生存下去，要逃为什么不逃远一点，逃去他们找不到你的地方。女孩正了正神，随后摇头道，我不能跑太远，我妈瘫痪在床，还需要我照顾，而且每月的护理费都要数万，我无力支付，只能回去求我爸爸，可他却要逼我嫁给他的一个合作商，才能答应给我妈妈缴医药费。那个合作商已经快50了，家里还有老婆，但没有孩子，就想让我给他生。我逃了一次又一次，但我放不下我妈妈。司胜恍然大悟，原来事出有因，难怪他不跑。你爸确实有点狠，你就没想过告他吗？赡养妻女是他的义务，他这种已经算买卖妇女了。女孩摇了摇头，神情苦闷，没用的，他和我妈离婚10多年了，我如今也成年了，他不需要负任何义务责任，他也没有逼迫我，只是用我妈妈的医药费为手段让我就范。你能坐这种豪车，你一定很有钱，只要你能帮我支付我妈的医药费，我可以嫁给你。了解前因后果，司胜眉头舒展，我确实有助人为乐的好习惯，但我是一个商人，商人逐利，你可以说说你能给我带来什么价值？当然，这个价值肯定不能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女孩眼中有了曙光，心思转动，像结婚生娃这种是个女人都能给到的价值，这种富家公子肯定不稀罕。年轻貌美的女孩每一天都有，新鲜劲过了自己就会被踢开。我学习成绩很好。司胜微微一笑，这个好像不是什么难得的东西吧？女孩急忙摇头，我是天海市高考状元，现在是天海重点大学大一学生，我每年都能拿奖学金，我可以赚钱的，只要你帮我，以后我赚的钱全部都给你。闻言，司胜在车匣里抽出了2张湿巾，在女孩脸上擦了擦，哟呵，还真是高考状元，沈清哥啊，去年我还让人提前去招聘你，被你一口回绝，想不到你也有今天。沈清哥愣了一下，去年招聘，去年高考出成绩后，有很多公司来招聘我，你是哪家的？司胜耸了耸肩，司氏集团，那个第一个被你淘汰出局的。沈清哥脖子一缩，一脸的尴尬。我如果说我妈妈当时在抢救，我情绪很激动，你会不会相信？司胜笑了笑道，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这个人从来都相信机会只有一次，当初你对我司氏弃之敝履，那可都是上了头条新闻的。高考状元不看好司氏集团未来，可是让我的股价跌了10多亿，前面就是公交站，希望以后不要再见了。沈清哥低下了头，嘀咕道，司氏损失和你有什么关系？搞得好像你损失了一样，资本家的走狗。司胜一把捏住了沈清哥的下巴，你看清楚我是谁？沈清哥瞪着大眼睛，咽着口水，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对方是谁。前面开车的老王通过后视镜看到2人的情况，笑了笑道，沈小姐，你是第一个敢当着我们总裁面骂他是走狗的人。沈清哥扒开了司胜的手，一脸惊恐之色，你是司氏集团总裁，就是那个天海商霸司。司总对不起，是我有眼无珠，是我不好，是我不对，这可是传说中冷面无情的商霸司大嘴，吃人不吐骨头的恶毒资本家。10岁开始纵横商海，从不手下留情，每一个对手公司都被他搞得破产血本无归，自己去年一句话一个动作让他损失了10多亿，这笔账他可还不起，这要是落到了他的手上，自己不死也得掉一层皮。想着沈清哥就去扒拉车门，司胜一眼洞察，顺手就把他带到了怀里，车都没停，你想死吗？沈清哥被吓到蜷缩成一团，低着头不敢再去看司胜。司胜倒是乐了，你前面不是挺能扯的吗？还和我对骂，张口闭口就要嫁给我，怎么现在蔫了？沈清哥用细小的声音说道，不知者不怪，别杀我。司胜愣了一下，我5好杰出青年，优秀个人代表，我会杀你。沈清哥立马回道，您说的都对，您大人有大量，可不可以放过我一条小命？司胜掰开了沈清哥的手，把他的脸提了起来，给我免费工作10年，或是现在送你回家，2选1。沈清哥咬牙切齿道，恶毒的资本家，我诅咒你不得好死。司胜撇了撇嘴，这么说来你是选择第2种了。老王送沈小姐回家，再随礼200，我今天要喝她的喜酒。沈清哥扭头一口咬向司胜的手，司胜反手就捏住了他的下巴，放开我，我要和你拼了。司胜伸出另外一只手拍了一下沈清哥的脑袋，和你开玩笑的，你听我说完，给我免费打工，我承包你妈妈的医药费，还包吃包住，等什么时候你能给我赚满20亿了，我们就一笔勾销。当然如果你能力不足，那我会直接解雇你。沈清哥怒道，这不公平，我不答应。司胜放开了手，笑了笑道，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公平，我只给别人1次机会，我能破例给你第2次机会，也是因为看你是个人才，如果你真有才能，借助我司氏这个平台要赚到20亿，几个订单的事情罢了，也许几个月就能完成你我约定，你不答应我不会强求，下个路口你可以离开。话音落下，汽车刚好停在了路口，沈清哥犹豫了，他可是高考状元，一点也不傻，他明白自己的现状有多糟糕，眼前这个机会虽然看着很不公
公平，但相比于被迫嫁人当生育工具，这个不平等条约好像对自己更有利一点。能不能让我读完大学，积累更多知识，这样也可以为你赚更多的钱？司胜点了点头。当然，你上学期间的一切开销我都可以报销，不过这些时间不能算在那10年里。沈清歌眉头紧锁，心中做着艰难的抉择。司胜说的也没错，司氏集团可是1000亿级别的，这个平台非常的大，况且妈妈现在急需要钱，而且这个司胜虽然唯利是图，但也并非没有给自己留下退路。和自己相仿的年纪就能有如今的成就，这种人的格局肯定是自己无法想象的，说不定自己能跟着他闯出一番事业。我答应你，毕业后为你免费打工10年，但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司胜点了点头，说说你家地址吧，我去帮你把事情处理一下，免得以后麻烦，顺便帮你妈妈转去我的私人医院。沈清歌的把柄软肋自然是捏在自己手上更好，这是一场投资很小但收获很大的赌局，赌输了大不了亏个几百万，要是赌赢了，这回报可是上千倍的。沈清歌这个时候才反应了过来，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家在哪儿，你前面说要送我回去都是吓唬我的。司胜微微一笑，有什么问题吗？沈清歌一下怒火冲冠，但很快就泄了气。丽水花苑，沈家。老王听到地址后，启动汽车拐过了路口。20分钟后，沈家门口，司胜带着沈清歌下了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地方都能开车进来。沈清歌的语气有些羡慕。司胜耸了耸肩，谁让我是首富呢？首富就该有首富的样子。正说着，两人来到了沈家门口，按下门铃后，开门的是一个40来岁的华服妇女。沈清歌，你还有脸回来？谁给你的胆子让你半路逃婚的？啪！妇女冲上来就给了沈清歌一个大耳刮子。沈清歌被打得一个踉跄，嘴角都流出血了。事发突然，司胜也是没想到会这样，抬脚拦在了两人中间。我说这位悍妇，说话就说话，你动手可就不对了。悍妇抬起巴掌就朝司胜脸上抽来。我们沈家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一个小瘪三来指手画脚。司胜往前一步，一肩膀直接将那悍妇顶飞3、4米。我不管你是什么家，总之打人是不对的。说着，司胜一个箭步踩住了悍妇的肚子，弯腰就是2个大嘴巴子。这2个大嘴巴就当教你做人了，以后千万记住，不要企图招惹力量强于你的对手。说完后，司胜收腿退回了沈清歌旁边。悍妇回过神来，躺在地上打滚哀嚎道：快来人啊！沈清歌要翻天了，他竟敢带野男人回家打人啊！大家快来啊！悍妇一顿惊嚎，沈家人都围了过来。沈清歌，你怎么回事？你不仅逃婚，你还带人回家捣乱，看我今天非得给你个教训。说话的是一个40来岁的男人，竟然也抬起巴掌抽向沈清歌。司胜的脑袋都不够用了，这一家子都是什么毛病？为什么都喜欢抽别人巴掌呢？一个大男人动手打一个小姑娘，司胜一个箭步一脚踹在了男人的肚子上，把他踹飞了4、5米，还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沈清歌，你翅膀硬了，你竟然敢带人打你爸，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紧接着那个悍妇又冲了过来，还是要抽沈清歌的脸。这一次司胜注意到了，抬手就是一巴掌，把那悍妇抽的原地旋转2周半落地。沈清歌，你竟然敢带人打我妈，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这个时候，一个17、18岁的女孩也冲了过来，还是要打沈清歌的脸。司胜的大脑飞速运转，虽然不明白，但还是一巴掌把那个女孩抽倒在地。沈清歌，你这一回不等对方出声，司胜就已经先冲上去，一巴掌甩在了一个15、16岁的男孩脸上。打完后，司胜回过头看向沈清歌，一脸的疑惑：你这一家人是不是脑子都有病？怎么动不动就要打你，还是打你的脸？当然我说的也包括你，你怎么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沈清歌摇了摇头，他们没有病，只是这样打我，打习惯了，没有什么是一个巴掌解决不了的，有就2个。司胜非常不解道：你就从来没想过反抗？沈清歌惨笑道：反抗有什么用？我妈妈和我都需要他们家的钱。不过沈清歌脸上忽然露出了阳光般的微笑，看向司胜的眼睛里闪着微光，被人保护的感觉真好。司胜从口袋里掏出了前面给沈清歌用过的纸巾，给他擦了擦眼泪。你别怕，以后跟着我混，我不打人。沈清歌笑着点了点头，沈家一家子被打了一顿，各自都老实了，围成一堆。沈清歌，你给我等着，黄老板已经带人过来了，你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嫁过去给黄老板生孩子。对，黄老板那么有钱，还答应你生一个就给你10万，这么好的老板你上哪找去？你不感谢我们就算了，还让人打我们，你这个白眼狼，白瞎了。我们沈家对你那么好，如果还想要我们给你那个残废妈出医药费，你现在就立刻跪下来给我们磕头道歉，然后乖乖跟黄老板回去给他生孩子。沈清歌忽然踮脚在司胜脸上亲了一下，随后转身一脸得意道：非常抱歉让你们失望了，这位是我的男朋友，也是我未来的老公，以后他会给我妈出医药费，我也只给他生孩子，你们还想利用我去给你们和黄家铺路，别做梦了。司胜嘴角抽了抽，想解释一下，沈清歌跳起来抱住了他的脖子，用嘴堵住了他的嘴。几秒钟后，沈清歌红着脸小声道：帮帮我，用我男朋友的名义教训他们一顿，这样执法队那边才好解释。司胜瞬间领悟，如果有沈清歌男朋友的这层身份在，那么他给沈清歌出面就会很合理，就算是再打他们一顿，到时候去执法局也有合理的理由，刑事案变为民事纠纷，花2个钱就能解决。果然还是大学生的脑子好用，虽然以他现在的身份根本不需要这样，不过人家小姑娘都这样要求了，那就先依着他。随即司胜顺势搂住了沈清歌的腰，帮你一次加5亿。沈清歌瞪大了眼睛，一脸的不可置信，无良的资本家你怎么不去抢？司胜笑了笑道：我现在就是在抢啊，你没看到吗？沈清歌咬了咬牙，既然已经决定抱上司氏这条大腿了，欠20亿也是欠，欠20
25亿也是欠，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先爽了再说。好，但你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们，最好一次性把他们摁死。我心里爽了，就多给你赚5个亿。说着，沈清歌又在司胜嘴上亲了一下。老公他们都欺负我，要把我送给一个老头当生育工具，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我的命真的太苦了。看着沈清歌那拙劣的演技，司胜差点没笑出来。不过为了5个亿，他还是配合了起来。你说什么？他们竟然敢这样对你，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说着，司胜掏出了手机，点了一下特殊警报按钮。几十米外的2队保镖收到信号，直接冲沈家而来。作为千亿总裁，他的保镖都是24小时轮班制的，平常时候不出现暗中跟着。沈家人没等到黄老板，反而等来了一群墨镜大汉，顿时都吓得瑟瑟发抖。司胜摆了摆手，怎么打不用我教你们了吧？保镖们会意，一窝蜂的冲上去，对着沈家人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沈家4人疼得满地打滚哀嚎，浑身好几处关节脱臼。这些保镖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知道怎么打很疼，但伤不重。打完一顿后，立刻又将4人身上的关节复位。司胜挥了挥手，原地解散隐藏。接到指令，保镖们呼啦啦一下全部散开，化作了路人，聊天的聊天，看风景的看风景。这样你满意吗？沈清歌摇了摇头，打一顿还是太便宜他们了，你有没有更狠一点的，让他们家破人亡的那种？司胜愣了一下，你一个小姑娘怎么如此凶狠？沈清歌目光里透出了浓烈的恨意，和他们比起来，我的凶狠算不了什么。当年那个狗男人为了逼走我妈，好让小三上位，天天换着办法折磨我和我妈，就差一点，我妈就死在他手上了。为了保命，我妈只能带着我和他离婚。也就是从那以后，我妈留下了很严重的暗伤，年龄越大越痛苦。去年那一次旧伤发作，触发了严重的脑淤血，我妈因此瘫痪。为了让我妈继续得到治疗，我委曲求全，在他们家给他们当佣人，当出气筒。你也看到了，他们打我的动作都已经成为习惯动作了。那个小三和他的儿女害怕我回来和他们争夺家产，更是千方百计设计要毁掉我，逼我去给老头生孩子，就是他们的主意。我还偷听到他们想给我录制那种视频，然后拿出去卖。等我给那个老头生完孩子，还要把我卖去别的地方，说我是高考状元，基因好，能一直靠给别人生孩子卖钱。沈清歌越说越激动，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司胜拍了拍他的后背，安慰道：“是我的错，没经历你的苦，却劝你善良，我会帮你讨回公道的。小子，放开我老婆！”正说着，一伙人冲到了沈家门口，其中为首的老男人指着司胜怒吼。司胜可没时间和他们废话，摆了摆手，顿时间几十个保镖冲出，把刚来的一伙人按在地上打了一顿。等打完后，司胜让保镖把这些人全部捆起来，送去了执法局，私自囚禁、殴打、买卖妇女、逼良为娼，一系列的罪名。有司市法务部出手，可以让这些人把牢底坐穿。对于沈清歌来说，沈家人和那个黄老板可能是难以逾越的大山，不过在司胜面前都是土鸡瓦狗，弹指可灭。司家庄园刚一进大厅门，一个脑袋就朝司胜撞了过来。最无奈的是，司胜还不能躲，否则那个傻丫头就会一头撞空，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惨剧。砰！没有意外，思念慈一头精准地撞在了司胜的胸口上，把他一个大男人都撞退了好几步。虽然不是我操控的，但这一次撞你，我非常赞同。按照我写的剧情，这个时间点你遇到的应该就是逃婚出来的沈清歌。为了获得更多财富权势，不惜一切代价傍大款，他会成为你和沐浴液的调解剂，让双方从各种误会中发现彼此的真心。最终结局不算太好，落得个人财两空，远走他乡。不过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在外面给沈清歌这个恶毒女配租个房子吗？可现在人都带回家里了，那以后沐浴液还怎么原谅你？沐浴液不原谅你，我还怎么完成任务解开限制？司胜一脸痛苦的揉着自己的胸口，你这头怎么越来越硬了？思念慈一脸无辜的举起手，做出拥抱的姿势，真活该，这是系统对你意外改变剧情的惩罚，你是一次都没落下。司胜无奈的抱起了思念慈，一旁沈清歌惊讶道：“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傻妹妹，她好漂亮，好精致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女孩。”司胜一边走着一边叹息道：“哎，或许是上天也嫉妒她的完美吧，所以拿走了她的智慧。”思念慈忽然用鼻子顶住了司胜的鼻子，嗅了嗅，随后扭头看向沈清歌，叮，检测到男主气运被女配沈清歌抽取，请宿主尽快回收并补充，维持剧情不崩溃，解除肢体行动限制 50%， 持续时间3分钟。气运，沈清歌亲了司胜，抽走了他的气运，3分钟，快！忽然思念慈伸手拉住了沈清歌，在他嘴上狠狠地啃了一口，几秒钟后一扭头朝着司胜啃去。思念慈的动作让沈清歌愣住了，呆呆的脸色微微发红。司胜一把按住了思念慈的头，解释道：“他的感官非常灵敏，应该是在我嘴上闻到了你口红的气息，他以为是什么好吃的，所以也想尝尝，你不会介意吧？”沈清歌红着脸摇了摇头，不介意，我可以理解，我当时太着急了，演戏给别人看的，你也千万不要误会。司胜笑了笑道：“不用解释，互惠互利，我都懂。”思念慈啊，臭司胜，死司胜，你快放开我，就一下，让我亲一下就行，我给你补充气运，你别不识好歹。看着张牙舞爪的司
思念词。司胜无奈地叹了口气，不准动，更不准亲我，听到了吗？沈清歌在一旁笑了笑道，他现在模仿我亲你的样子，真的好可爱啊！你要不满足一下他的好奇心？司胜白了一眼沈清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沈清歌笑嘻嘻道，你这当哥的让妹妹亲一下怎么了？我要是有这么可爱粘人的妹妹，我天天让她亲都没关系。司胜狠狠瞪了沈清歌一眼，你滚一边去，他的事情不需要你多嘴。沈清歌缩了一下脖子，拉起了行李箱。刘管家司大少安排我住哪里？刘管家伸手一引，穆小姐刚搬走，房间还有人气，不潮不霉，换个床单沈小姐就能入住。沈清歌愣了一下，刘管家转头看向司胜，就是那个逃婚的沐浴液吗？我逃婚可以理解，他逃什么婚？住他住过的房间是不是会变傻？耶！司胜随口回道，他不愿意住就让他去别的房间吧，家里其他房间空太久了，你明天让人统一进行打扫消毒。闻言，沈清歌立马拉起行李箱，跑向了沐浴液曾经住过的房间。这可是曾经的女主人住的房间，肯定是非常舒适的。他又不傻，放着现成的不要，非得去住发霉的地方。虽说他以前过的都是苦日子，可现在抱上大腿了，也该苦尽甘来了。刘管家笑了笑道，沈小姐这性格倒是活泼可爱，比穆小姐更阳光了许多。司胜点了点头，一个生活在逆境中的人，他有足够的韧性，也懂得如何给自己阳光，让自己快乐一点。通知下去，不用给他任何特殊待遇。刘管家躬身领命，只不过心里却在嘀咕，嘴巴说不用给特殊待遇，一来就给安排了上房，那可是主人级别的待遇。如果这个沈小姐能聪明乖巧一点，或许有机会成为这家的女主人。思念词闻言，心态都炸裂了。什么叫逆境中成长起来的，更懂得给自己阳光？我给她的设定明明是爱慕虚荣，经历贫穷后想努力攀上高枝，嫁入豪门。按照剧情，她逃婚后利用我那傻哥哥，各种作妖破坏沐浴液和他两人之间的关系，而我那傻哥哥被蒙在鼓里，等看清他的真面目后懊悔不已，最终跪在沐浴液面前忏悔了3天3夜才被原谅。果然，男人都是一根筋的动物，都是蠢货。刘管家离开后，司胜抱着思念词坐了下来。念词，我是哥哥，不能亲，知道吗？思念词挣扎了起来，时间不够了。臭司胜，死司胜，你解开我说话的限制啊！狗系统。司胜无奈了，他记得思念词以前明明不这样的，以前的思念词那是纯傻，一愣一愣的，可现在的思念词会折磨人了。或许是以前他还小，自己能用看小孩的目光去看待，每天抱着玩一玩，逗逗小傻子挺开心。但现在他长大了，再有几个月就成年了，女大必妇，更别说他这个哥哥了。想着，司胜拨通了一个电话，王妈，你能回来吗？我给你开3倍工资，你要带孙子，你可以把全家人都带过来，我这里房间够住。对，就是因为念慈大姑娘了，我现在照顾不了她了，她又不要其他人。你说什么？念慈赶你走的？怎么可能？嘟，看着被挂断的电话，司胜有些懵逼，看向思念慈的眼神也变得有些怪异。念慈，你不喜欢王妈？思念慈停下了挣扎，完了，时间到了，我又不能控制身体了。王妈那是我赶走的吗？那是系统赶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司胜沉思了一下，忽然明白了过来，后面这几年自己确实忙于工作，很少回家陪思念慈，都是王妈在带他。他应该是以为没有王妈，自己就会多陪他一点，所以开始排斥王妈的照顾。这种小屁孩的心理真的很好猜，却也很无奈。既然他已经开始排斥王妈，那再叫王妈回来就没用了。你都臭了，我让小兰姐姐给你洗澡好不好？思念慈疯狂摇头，该死的系统，你都压制了我17年了，连洗澡这种最基本的权利都不给我吗？那小梅姐姐呢？她很温柔的。思念慈还是摇头。司胜想了想道，那新来的青哥姐姐给你洗澡怎么样？思念慈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狗系统，你什么意思？你让恶毒女配给我洗澡，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丁，补充气运任务失败，惩罚灵魂电击10秒，系统将接管宿主身体，强制让剧情回归正轨，惩罚电击灵魂。17年了，第一个任务就上这种强度，我新手上路不给个优惠吗？啊，臭司胜，我恨死你了！你害我任务失败，你等我解开限制，我一定10倍100倍偿还。10秒钟，为什么这么久？狗系统，是不是你在坑我？大厅中，司胜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是搞定了一件难事。思念慈的感知力极为敏锐，任何心思不纯的人都无法靠近他。可能是因为亲了沈清歌，他对沈清歌的第一印象不错。想通后，司胜抱着思念慈去到了沈清歌的房间，刚推开门就看到沈清歌在准备小衣服。你进来干嘛？你不懂得敲门吗？司胜微微一愣，下次一定可不可以麻烦你帮念慈洗个澡？从王妈走后，他已经几天没洗过了。沈清歌笑了笑道，小事情没问题，包在我身。司胜交代了2句，把思念慈放了下来，退出了房间。沈清歌立马跑了过来，捏住了思念慈的脸，好软好可爱。思念慈打掉了沈清歌的手，以后不准再亲他。沈清歌愣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惊奇，你这是在警告我你喜欢你哥哥？思念慈顿了一下没有回答，转身走向浴室。沈清歌心中燃起了某种火焰，立刻跟了上去。许久后，两人洗完出来，沈清歌拉着思念慈的手，满眼期待道，告诉我吗？你是不是喜欢你哥哥？你一直都是在装傻对不对？你怕他知道后就不喜欢你了对不对？思念慈扭头看向沈清歌的眼睛，眼里开始闪烁诡异的光芒。几秒钟后，思念慈，你怎么在这？不对，我怎么在这？也不对，我们怎么在这？沈清歌看着两人都裹着浴巾，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他明明只记得自己在收拾衣服，准备洗澡
小的，怎么一转眼就洗完了，而且还是和思念慈在一起。思念慈没有理会，直接走出了房间，然后上了楼，拧开了一个门把手。狗系统，你干什么？你快住手啊！浴室里，思胜正吹着口哨唱着歌，刚打上洗发水，就见一个人影冲了进来，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卧槽！思念慈，你在干什么？一声惊呼，思胜死死地抱住了只裹着一条浴巾的思念慈。思念慈张牙舞爪撕扯着思胜，根本就不管浴巾已经脱落，要不是有思胜死死地抓着，那就是坦诚相见了。傻哥哥，你放手啊！你让系统把那气运送回去，让你可爱的妹妹我过点好日子行不行？你知不知道灵魂电击有多痛？赶紧收手吧，我的傻大哥！思胜无奈，只能抱起思念慈出了浴室，刚想打开柜子拿衣服给思念慈换上，不过手还是顿住了，最后打开门，朝着楼下喊道：“沈清哥，你上来一下。”沈清哥不明所以，本能的走了2步，但很快就止住了脚步。这里是私家，虽然是内厅，除了管家，其他佣人不能进来，可也不是他裹着一条浴巾能乱跑的。沈清哥，你怎么还没来？再次听到思胜的呼喊，沈清哥也顾不得其他，转身朝楼上跑去。等他打开门，看到思胜只挂一丝，紧紧地抱着疯狂挣扎的思念慈，一时间脸红，心跳加速。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的全貌，不知道为什么，心中总是忍不住要去探究。你还看，还不快来抓住他！沈清哥愣了愣神，跑过来抱住了思念慈。思胜脱身后，赶紧穿好外套，从柜子里取出了一套裙子。你记住，这个房子里每一个大主卧内都有一个衣柜，专门存放念慈的衣服。下一次帮他洗完后，记得给他穿好。如果再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你也不用跟着我混了。沈清哥四处打量了一下，看见思胜那还有泡泡的头发，这才明白了过来，应该是思念慈上楼找哥哥，强闯浴室，把思胜吓到了。有这么一个不省心的傻妹妹，这大总裁估计也不好受吧？好嘞，思大少，我下次一定注意。思胜闻言，出门下楼，进了1楼主卧。沈清哥把思念慈按到了床上，给她换好衣服。思念慈心中已经笑翻了天，狗系统，你不是挺牛逼吗？你自己10分钟都搞不定，就给我3分钟失败了还电我，你现在是不是要自罚电击1分钟？叮，检测到宿主无能，未来无法完成任务，系统解绑中，解绑进度99%、98%、97%、95%。特别提示：系统解绑后，完美躯体破碎，宿主灵魂消散，永远不可重生。思念慈心中狂笑戛然而止。那年高考，他没日没夜的刷题，兼职赚生活费，最终年纪轻轻就溺死在了知识的海洋里，灵魂重生进了这一个他自己写的小说之中。因为多出的灵魂影响了世界规则运行，导致他被规则所化的系统禁锢，直到昨天沐浴夜逃婚，小说故事线才真正展开。只要所有故事主线顺利完成，这个世界就会化作真正的平行世界。规则认为它不会影响世界运转，就会逐渐松开对他的禁锢。作为对创世者的补偿，他将在这个世界用思念慈这个完美的躯体真正重生。不要，我不要死，这不公平！明明是你限制了我的自由，才导致我无法完成任务的，为什么所有惩罚都要算在我的头上？丁，宿主想要公平，是否剥离宿主完美重生的机会？人类最大的公平就是都只有一条命。我开玩笑的，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很公平，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你解绑？丁，系统解绑不可逆。特别提示：解绑进度衰减到0时，宿主将会被彻底抹杀。听到系统提示，思念慈心若死灰。对于他这个作者而言，完成主线剧情是轻而易举的，可问题是，他不是这个世界的灵魂，规则限制了他的自由，这让他根本没有办法主动去完成任务。就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所以说我必死无疑。丁，理论上确实如此。这边沈清哥给思念慈换完衣服后，急匆匆地跑下了楼，回到了自己房间，换起了衣服。咔嚓，只听闻一声细响，浴室门被打开，回头看到思胜从里面走了出来，沈清哥立马跳到床上，钻进了被窝里。思胜摇了摇头，走到床边，打开了柜子，取出自己的衣服，当着沈清哥的面换了起来。你可不可以出去换？沈清哥红着脸，心脏砰砰乱跳，用手紧紧地捂着眼睛。思胜撇了撇嘴，你可以闭上眼睛，或者用被子盖住头。还有，你的手指很细，指缝有点宽。闻言，沈清哥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立马用被子盖住了头。思胜瞥了一眼沈清哥被打开的行李箱，里面的衣物虽然干净，但都洗得发白，甚至还有一些补丁。你的身高体型和念慈差不多，他衣柜里有新的衣服，你可以试试，这些都是他喜欢的。你穿上后，他或许会和你更亲近。如果你能帮我照顾好念慈，那我可以给你免了你欠我的所有债务。沈清哥探出了头，真的吗？思胜转过身，当然，我从来说一不二。沈清哥的视线里忽然出现了一些东西啊，死变态！看着沈清哥惊叫着又钻了回去。思胜一脸的不解，切，神经病吧，我又不是没穿。骂了一句后，他提起了短裤，出了房间。听到关门声，沈清哥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你才神经病，你全家都是神经病。随即他又意识到自己光溜溜的，马上钻回了被子里寻找衣服时，沈清哥看到自己打开的行李箱，又是一愣，他都看到了，他是在怜悯我吗？明明可以直接给我新衣服的，还要找个理由借口。那沐浴液也是真的疯了，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不要？不对，我为什么会想这些东西？使劲晃了晃脑袋，沈清哥从专属柜子里取出了一套崭新白花睡裙，风格简约，材质柔软丝滑，做工精细。沈清哥会心一笑，换上了睡裙。既然选择了抱大腿，那就好好抱，以后加倍还给他就好了。次日清晨，思胜醒来后没有看到思念慈，心头松了一口气。昨天夜里他和沈清哥配合，
何，总算是让思念慈答应以后跟着沈清歌睡觉。现在没有看到他在自己这里捣乱，说明计划很成功。思念慈已经慢慢接受沈清歌了，以后轻松的生活正在和自己招手。一瞬间，思胜觉得身心舒畅。吃过早饭后，沈清歌也跟着思胜上了车。我现在要先去了解一下你的集团内部，后续我会制定好学习计划，好在将来能更好的给你打工。思胜满意的点了点头。你是我见过最合格的牛马，刚好陈哥他要给他媳妇照顾月子，这个助理的位置空着，你暂时代替他熟悉一下各种业务。等他回来，你的假期也结束了，正好回去上课。闻言，沈清歌红着脸扭捏道：“这样不好吧？我一个女大学生给你当贴身助理。”思胜翻了翻白眼：“谁特么让你贴身了？你脑子有病，可以去看看，医药费我来出。”沈清歌尴尬的低下了头。老王开车很稳，也很快。思氏集团总部，思胜让程辉发布了由沈清歌暂代助理职位的公告。沈清歌也提前开始了自己的牛马生活，没有工资的那种。2个小时下来，沈清歌都懵逼了，他想象不到区一个助理竟然要干这么多事情，那程辉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当然，他并不知道程辉也搞不定，但程辉懂得把任务分配下去，而不是自己一个人独揽。沈助理，人事部那边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麻烦你处理一下。刚坐下喝口水，立马又有人跑过来找他，你们怎么那么多事情都处理不了？老板养你们干嘛用的？沈清歌累得不行了，开始抱怨。人事部的员工犹豫了一下，今天来了个面试的，她是总裁的前未婚妻，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噗！沈清歌一口水喷了出来。沐浴夜，他来思氏面试，他疯了。人事部员工无奈道：或许是疯了，如果不疯又怎么会逃婚呢？总裁那么年轻帅气有多金，多少女孩心中的梦中情人，白马王子。可他说不要就不要了。听到是沐浴夜来面试，沈清歌心中的火焰燃起，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快带我去看看，我要亲自给他面试。面试厅，沈清歌看着坐在对面的绝色女孩，一脸的疑问：你就是沐浴夜？沐浴夜点了点头，看向沈清歌的胸牌，又打量了一下沈清歌的着装，眼神有些不对劲。你是阿胜的新助理？沈清歌微微一笑：临时的，你这次想来面试什么岗位？沐浴夜咬了咬牙：你为什么穿着和念慈一样的衣服？你想利用这种卑鄙手段去接近阿胜？沈清歌愣了一下，随后笑了笑道：穆小姐眼神真好，不过你误会了，这衣服是我胜哥哥送给我的，他说以后我都这样穿，念慈才会喜欢和我在一起。闻言，沐浴夜盯住了沈清歌，目光中闪过一缕凶气。我劝你离他远一点，他不是你可以肖想的人。沈清歌不知为何心中也来了劲，那就不劳烦穆小姐费心了。不过你睡过的那张床真的好软。沐浴夜忽然站了起来，怒瞪沈清歌：你说什么？你睡我的床了？沈清歌回瞪了过去：你还没听明白吗？我现在已经住进了你曾经住的那间房，昨天他还在我房间浴室里洗澡，还在我面前换衣服呢。闻言，沐浴夜眼睛都红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我和他在一起20年了，都没和他一起，你凭什么？沈清歌不知为何看到沐浴夜生气，他就有莫名的爽感。就凭我是他的新女友，我把第一次给了他，我还要嫁给他，给他生孩子。沐浴夜不可置信道：你把第一次给他了？你们已经……我和他青梅竹马20年都没有碰他一下，你是怎么敢的？沈清歌心道初吻应该也算第一次吧，反正不管了，能看到沐浴夜如此模样，他心里就开心。对，就是你想的那样，你该不会和他什么也没干过吧？说着，沈清歌顿了一下，随后恍然大悟，一脸的鄙夷之色，还青梅竹马20年呢，不让自己未婚夫碰一下，你是怕那个野男人小三不高兴吗？啧，盛哥哥他好可怜，我以后一定要加倍的对他好。闻言，沐浴夜的怒气直爆了，直接冲向了沈清歌，抓住了他的头发。我没有对不起他，我只是想把最好的留在结婚那天给他。你这个贱人，竟敢趁虚而入，我要打死你！沈清歌也不服软，抓住了沐浴夜的头发。结婚当天和野男人私奔逃婚，你明明是想把最好的留给野男人小三才对吧？那样是不是会让你很刺激，很有快感？你才是那个贱人！眼看两人扭打在一起，同事们都惊呆了。快去通知总裁，总裁前未婚妻和现女友打起来了。对，快去通知总裁，他未婚妻和女朋友打起来了。什么？总裁未婚妻和女朋友打起来了？卧间惊天大瓜，总裁夫人和小三打起来了。他们到底谁才是总裁夫人，谁才是小三？那个沐浴夜不是才逃婚的吗？你一个吃瓜的管那么多干嘛啊？对，第一次吃到总裁的瓜，快拿我的小凳子来。我手机呢？我要开直播，把这个大瓜分享出去。总裁办公室，一个小秘书急匆匆地跑了进来。总裁不好了，你的老婆们打起来了。噗！思胜一口咖啡喷在了文件上。你在说什么东西？我老婆打起来了。小秘书点了点头。对啊，您的2个老婆打起来了，可凶了，我们都不敢上去拦。您快去看看吧。思胜忽然笑了起来。是不是你们在搞什么特别活动，竟敢拿我开涮？你们这个月的奖金不想要了吗？小秘书愣了一下。不是的，我们没有搞特别活动，您的2个老婆真的打起来了。思胜脑子懵了一下，我都没结婚，哪里来的老婆？还特么的是2个？你们搞恶作剧总要有个限度吧？这话说出去谁信？小秘书急了，您怎么就不信呢？
您可以自己去公司群里看看，整个公司都已经传开了。司胜立马打开了公司群，只看到里面铺天盖地的留言，还有2个女人薅头发打架的照片视频。沈清歌、沐玉叶他们怎么打起来了？小秘书耸了耸肩，当然是为了总裁您争风吃醋啊！司胜一个头2个大，你这个月的奖金没了。说完，他就急匆匆地冲向了人事部。10分钟后，2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被司胜带回了办公室。你们谁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司胜倒是不生气，只是没搞懂这2人为什么要打架？难道他们以前有仇？他们2个现在都是天海大学的学生，沐玉叶大2，沈清歌大1，是不是在学校里有什么过节？这事情不处理一下，以后在学校打起来被处分了，可就麻烦了。沐玉叶抬起头，一脸委屈道：“你为什么要让他住我的房间，还让他穿念慈的衣服？”司胜愣了一下：“你搞清楚，那是我家，我的房子，我让谁住那是我的自由。还有，他这件衣服是新的，不是念慈穿过的。我虽然节俭，但还不至于送别人2手衣服。”沈清歌在一旁搭腔道：“对，胜哥哥就是喜欢我，让我住哪里就住哪里，和你这个疯子有什么关系？”沐玉叶眼眶一红，泪花打滚：“你喜欢他，不喜欢我了，对吗？我都已经在努力弥补你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等一等我不可以吗？”司胜一脑子的浆糊，根本就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东西。我不管你们2个以前有什么恩怨过节，总之从现在开始，你们以后不能再打架了，能做到吗？沈清歌不知为何，脑子一抽，扑到司胜怀里，顺嘴还亲了一下。好的，老公，我以后再也不和他打架了。没等司胜反应，沐玉叶也冲了过来，一个撞击司胜无法承受2个人的重量，被撞翻在地。他是我老公，你这个贱人放开他！你都逃婚了，他现在是我男朋友，你滚开！2女压在司胜身上又打了起来，司胜慌了，一手死死地抱住了一个，尽量压低了语气：“2位姑奶奶，能不能冷静一点？我不是她老公，更不是你男朋友，不要打架好吗？如果要打，能不能等我起来了再打？我是无辜的。”10几秒后，2女的情绪稳定了下来，司胜找到机会，立马爬了起来，躲到数米开外。他是真的怕了，这2货打起来根本不顾及他的死活，连带着还挠了他好几下，踹了他好几脚，那锋利的指甲挠得他胸口、手臂火辣辣的疼，还有那高跟鞋踢人也是真的疼。此事到此为止，你们握手。呸！你们1人各退一步好吗？说着，司胜又后退了一步。沐玉叶瞪了沈清歌一眼：“我今天是来面试应聘的，都被他搅黄了，他要给我负责。”沈清歌梗着脖子道：“我们集团不需要泼妇，你面试没通过。”眼看2人又要打起来，司胜赶忙当起了和事佬：“你的面试我通过了，你可以去入职了。”沐玉叶回头又瞪了沈清歌一眼：“你给我等着，我是不会放过你的。”说完就气冲冲地出了门。等人走后，司胜不解道：“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和他杠上了？”没了沐玉叶，沈清歌也恢复了正常：“我也不知道啊，我看到他就来气，就是想气他。可我以前也没见过他啊，肯定是你家那个房间有问题，住过的人都疯了。”司胜愣了一下，竟然有些信了：“要不你换个房间试试？”沈清歌想了想道：“我害怕，我能搬过去和你一起睡吗？”司胜一拍自己的额头：“完了，你果然疯了。”沈清歌立马解释道：“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可以打地铺的。”司胜摆了摆手：“算了吧，以后你去2楼，我们2个换一下就可以了。我倒是要看看我会不会也疯掉。”沈清歌点了点头：“那我先去整理一下。”28楼卫生间，沈清歌又遇上了沐玉叶，2人站在镜子前梳理自己的头发，整理自己的衣裳。“我真的很好奇，你为什么要逃婚？难道那个小3比胜哥哥还优秀？”沈清歌实在没忍住，开口问道。沐玉叶捋了捋头发，用湿巾擦了擦嘴角，因为打架晕开的口红印。“我从来就没有想过离开他，更不会背叛他。我只是以前不懂事，把他弄丢了。我们有20年的感情基础，这是你无法逾越的。现在离开他，给自己一个体面，免得将来后悔莫及。”沈清歌揉了揉眉角：“他让我今天晚上去他房间睡觉，你知道他有几块腹肌吗？你知道他的嘴唇有多软吗？”沐玉叶扭头时，眼里已经充满了杀气：“你要是再敢碰他一下，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沈清歌笑了笑道：“我自己的男朋友，我为什么不能碰？你这个人真奇怪，自己在外面玩的那么花，不让自己未婚夫碰一下就算了，还想来管别人的闲事，你到底还要不要点脸了？”沐玉叶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中怒火：“我奉劝你一句，阿胜他不是那么肤浅的人，你还是快点离开吧。他若是知道你这副尖酸刻薄的嘴脸，你的下场肯定会很惨。”沈清歌一脸的不屑：“我哪里尖酸刻薄了？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罢了。你让他丢了那么大的脸，我这是在帮他教训你。我比你年轻，比你干净，美貌也不输于你。他知道后，肯定是更喜欢我才对。该离开的人一直都是你。”沐玉叶咬了咬牙，收起了补妆包：“我们走着瞧。”沈清歌耸了耸肩：“那你可要快点了，说不定再过几天我们就有宝宝了，到时候你说什么都晚了。反正吹牛不用上税，口嗨不怕有罪，先兑回去爽了再说。”沐玉叶深深地看了沈清歌一眼，什么话都没说，转身离开了卫生间。沈清歌微微一笑，擦了擦手，也跟着走了出去。总裁办公室看着2个姑奶奶又齐聚一堂，司胜的头都大了：“你们2个很闲吗？”沐玉叶摇了摇头：“我已经入职成为了你的私人助理，我在等你的吩咐。”沈清歌搭话道：“我才是你的私人助理，有事情也该我来做才对。”司胜用手扶住了额头：“我的私人助理是程辉，他现在只是请假了，你们明白吗？”沐玉叶点了点头：“我熟悉你的生活习惯，兼职你的生活助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的生活起居。”沈清歌上前一步：“我是你的女朋友，我照顾你就够了，不用他这个生活助理。”司胜拍了拍桌子：“你们2个够了，我生活能自理，不需要什么生活助理。还有，我不是你的男
男朋友，我也不需要你的照顾，你们两个都给我滚出去！哼！两女对视了一眼，冷哼了一声，一起出了办公室。司胜忽然反应了过来，自己不是准备让沐玉叶去接管穆家被收购的产业吗？他怎么成自己助理了？想着，他立刻给人事部打去了电话。不久后，他脸色奇怪地挂断了电话。是沐玉叶自己要求要来当助理的，而且连合同都是他自己拟定的，终身合同，永远只拿底薪。这沐玉叶到底发什么疯了？为什么会做这么离谱的事情？难道是这2天发生的事情对他打击太大了？要不先放一放，等他冷静冷静，反正合同在自己手上，随时都可以取消。助理办公室，沐玉叶和沈清歌四目相瞪，针锋相对。我是签了合同的，这个办公室该归我。沐玉叶拿着合同，一脸冷色。沈清歌笑了笑道：“我是盛哥哥亲自任命的，这个办公室归我才对。”咔嚓，忽然一个员工抱着一叠文件打开了门。我找助理处理文件，请问？沐玉叶先开口道：“给我就行，我来处理。”沈清歌先一步出手，跑到门口接过了那叠文件。我收到了，你先回去工作吧。看着沈清歌把文件全部抱在怀里，沐玉叶眼中闪过一抹鄙夷。你第一天来公司，这些东西你看得懂吗？沈清歌笑了笑道：“看不懂我会学，难道你第一次就看得懂这些文件吗？”沐玉叶捻了捻手指，微微抬头。我从5年前就开始帮他打理一些简单文件，3年前彻底搬进私家，他教过我很多处理办法，有我经手过许多重要项目，我的经验比你丰富。我觉得你还是把这个位置让出来吧，免得到时候出了纰漏，你可担不起责任。沈清歌眼珠子一转，把文件全部堆到了桌上。好吧，既然你喜欢当助理，那这些活就交给你了。以后我每天负责给盛哥哥泡咖啡，帮他按摩缓解疲劳。说着，沈清歌还真的出了门，往咖啡区走去。沐玉叶愣了一下，他发现自己似乎拿这个沈清歌没有太多办法。沈清歌说的没错，他占据的优势实在太多了，光就名声这一点就能碾压他沐玉叶。如今舆论风波还在继续，一个身家清白的19岁女大学生，比起他这个逃婚不结的前未婚妻，优势实在太明显。明明自己只是不小心动了一点叛逆的小心思，为什么会搞到现在这样满盘皆输？如果司胜从一开始就明确的表示不喜欢顾宁，那么他应该也会停止这种胡闹的行为。可他不懂，司胜明明不开心，不喜欢他这样，可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不说话，甚至连一点脾气都没发？他从始至终都是一如既往的平静，每一次对自己也都保持微笑，这让他一次次都以为司胜是在包容他，也让他开始不断的去触碰底线，直到司胜开始对他清算。原来他对自己有多纵容，清算的时候就有多决绝。短短不到12个小时，他收回了他给自己的一切，斩断了自己与他所有的纠葛。他昨天的那句自己将以什么身份留在他身边，现在似乎已经有了答案。原来一直以来不是他锁住了自己，而是自己锁住了他。当自己丢失那几样名分头衔后，争夺者立刻接踵而来，自己将如何夺回本就该属于自己的一切？叮铃铃，电话铃响起，沐玉叶按下了接听键。玉叶啊，你和阿胜商量了怎么样了？他有答应放过我穆家吗？至少让他答应不收回穆家地皮，总该没有问题吧？沐玉叶轻叹了一口气，其实你们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对吧？你们一直只关心能从我身上得到多少利益。我不明白，既然你们知道要依靠我才能从私家捞取利益，那么你们为什么要眼睁睁地看着我走到如今这个地步？穆天喜愣了一下，随后语气里也有了些怒意。我都不记得我劝你多少次了，你哪一次听过我的话？你每一次不是都笃定司胜他不会生气吗？你每一次都说会哄好他，你有哄过吗？每一次我们想劝说你的时候，你都说你们之间的事情不要我们管。现在好了，把人做没了，反倒怪起我们不作为了。是我让你认那个什么干弟弟干妈的，还是我让你整天和司胜对着干的？沐玉叶苦笑了一下，对啊，都怪我自己。现在他已经真的不要我了，你们的那些东西也别想了。穆氏被清算，肯定还会有盈余，够你们一家3口富裕过完后半生了。以后别再联系我了，我的家人一直都只有他，别来打扰我寻找回家的路。沐玉叶挂电话挂得很决绝，从懂事起，他就一直住在私家，每个月象征性的回穆家住几天，直到15岁订婚后，更只是逢年过节才回去一趟。两家虽然都在天海市，但私家反倒是更像他的家。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这一段一起成长的记忆。他知道司胜之所以还留他，也是看在多年情分上。想了许多，沐玉叶擦了擦眼泪，翻开了那些文件。如果能展现自己更多的能力，更多价值，或许可以提升一点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吧。沈清歌终究还是狠不下那个心，端着咖啡回到了助理办公室。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莫名其妙的讨厌你，但我还是想劝一劝你，有些挣扎是没有用的。我心中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不会属于你，更不会属于我。沐玉叶心中的某个秘密被触动，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他之所以会变得如此叛逆，不断的想要用这种对抗的方式去为难司胜，都是因为一个人，思念慈。他们3个从小一起长大，但司胜却会花更多的心思去照顾思念慈。他也知道那是因为思念慈呆傻，司胜给他更多关心是应该的。可自从思念慈13岁开始飞速发育后，他的危机感就在不断的积累。思念慈长得真的太完美了，呆傻在别人身上或许是天大的缺陷，但放到思念慈身上，这种呆傻却让他更加的可爱，更加的惹人怜惜。也就是因为这样，他开始尝试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待司胜，本意却是想让司胜多关注自己一些。不过昨天他知道了，司胜从小就将他作为当家女主人培养，他才是那个被偏爱的。现在想想，自己真的是蠢到无可救药。你说的或许是对的，但我还是想尝试一下。我从未想过失去他会让我这么痛苦，也许徒劳无功，可努力过才能减少遗憾。沐玉叶不甘心，
他想再试试。沈清歌笑了笑道：“我忽然发现自己没有那么讨厌你了，或许我们可以坐下来交流交流。当然，你若是能教我一些有用的东西，那就更好了。”沐玉叶认真地盯着沈清歌看几秒钟。沈清歌，我终于记起来了，你是去年的天海高考状元，我在新生榜上看过你的照片，只是我不知道你打扮起来会如此明艳阳光。说起来，我还是你的学姐。沈清歌耸了耸肩，微微笑道：“我也是在刚刚才想起来，穆学姐可是天海大学名副其实的学霸，而且还是我们学校的第一校花呢。只是我不明白你何故沦落至此。”沐玉叶摇了摇头，我现在总算明白了那句话的意思，被偏爱的有恃无恐，得不到的总是在骚动。你想学，那就留下来，我可以教你，不过我还是那个条件，你不能动它。沈清歌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毕竟现在赚钱还债才是他的主要目的，而且他对司胜并无多少感情，才认识了一天和沐玉叶作对，那都是因为莫名其妙的脑抽。私家庄园在草地里抓虫子的思念词忽然一顿，丁剧情有变动，解绑进度提升 10%， 目前解绑进度 85%， 怎么会这样？思念词非常的懵逼，难道剧情又被改变了？完蛋了，我要死了，我累了，世界毁灭吧！忽然思念词白眼一翻，直接趴在了草地上晕了过去。媚色酒吧高级包厢，司胜百无聊赖的靠在沙发上发呆。要说在这种地方谈点小生意，他能理解，但问题是，他今天来谈的却是与富士集团的合作，价值100亿级别的项目，而谈判对象是富家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傅延州。这个看上去比现在的自己大不了2、3岁的年轻小伙，同为天海杰出青年，都是千亿集团的总裁代言人，区别在于司胜继承了司家当时的数十亿家产，可做到如今这般规模，都是他从10岁奋斗至今而来。而这傅延州自然是通过继承家族产业而来。傅家比司家有钱，但司胜却是天海首富，司胜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而傅家人很多，很复杂，没办法，谁让这个世界钱好赚，他司胜还是带着记忆投胎的挂逼，把前世的一些东西抄过来，那就是降维打击的存在。司大少怎么不喝？或许是看到了司胜无聊，一旁不知道谁家的公子哥凑了上来。司胜笑了笑道：“我酒精过敏，你们喝好就行，不用管我。”听到司胜酒精过敏，其他人对他也没了兴趣。那一顿猛喝给他们喝的是五迷三道，然后在各自的保镖司机接送下安全回了家，唯独留下了司胜和傅延州两人。傅总，您看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该谈谈合作了？傅延州半醺，摆了摆手道：“能和司总合作，我傅氏自然求之不得。不过这利益分配我觉得不妥，我们傅氏……”傅延州一顿罢了，总之就是差点意思，不想签。最终司胜无奈地摇了摇头。傅延州确实是个商业奇才，能继承千亿产业是有道理的，但终归还是太年轻，缺乏长远战略目光。自己给出的方案看的是未来5年后的利益，傅延州最多只能看到3年。不过这对于一个23、24岁的年轻人来说已经很优秀了，并不是谁都能和他一样20岁就能有30多年从商经验。既然傅总不看好这个项目，那我只能另谋高就了。沪州那边还有几家手上拥有这种技术，等过几日我有空了去看看，这就不打扰傅总雅兴了。说完，司胜起身告辞离开。其实按照他的设想，这个合作上应该是傅氏来求他才对，可惜了。傅延州一把拉住了司胜：“等一等，我觉得这个项目还可以谈一谈。”司胜甩开了傅延州的手：“我觉得傅总能力和眼光都不足，驾驭不了这个项目，所以我想去寻找下一个更适合的目标。”傅延州站起身来，摇摇晃晃道：“这是司氏和我傅氏的第一个合作，你司氏虽然强大，但崛起太短，人脉比我傅氏天差地别。如果你我2家合作，司氏受益会更多，长久大计。司总何必在乎这点蝇头小利？”司胜心中不屑冷笑：100亿投资项目，未来收益更是在500亿，甚至更多，竟然说是蝇头小利，自己还是太高估这个傅延州了。如果傅总还想合作的话，那我的要求是在原有基础上，傅氏再给我让利30%，否则免谈。傅延州犹豫了一下，这一次合作是家里要求必须拿下的，集团董事会也都表决过了，只是他没想到这个司胜年纪比他还小，手段却比他狠辣多了，最多1成，再多我们傅氏就要亏损了。司胜忽然笑了起来：“傅总大气，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会让人把新合同送到你手上。”一时间傅延州觉得自己上当了，不过他没有任何办法，是他自己先想打压司氏，被反击了也算活该。忽然间他只觉得脑袋眩晕，浑身开始燥热难耐。“司总，你给我下药了。”司胜也感觉到了不对劲，稍微检查了一下：“傅总，你这话说的可就过分了，就算你傅氏家大业大，我若是想弄你，你觉得我需要用这么卑劣的手段吗？你现在该做的是报警，然后再想想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傅延州使劲地晃了晃脑袋，按住司胜的肩膀，撑住了身体：“不能报警，一旦被曝光出去，我傅氏必然名声受损。司总能不能帮我？只要帮我度过这一关，合同的事情都好谈。”司胜略作思考，这傅延州代表着傅家脸面，若是被爆出来酒吧寻欢作乐，被下药，傅氏的股价肯定要跌，不说多，损失个几亿几十亿的很轻松。如果今天帮他把事情压下去，以后相当于自己手上多了个把柄，这个算盘他还是会打的。刚要答应，门口就闯进来一个女人：“傅总他喝醉了，我是他朋友，把他交给我吧。”说着女人还给司胜递来了一叠现金。司胜愣了一下，这女人把他当成服务员了，可这是不是也太凑巧了？傅延州被下药，马上就来个女的，这莫非是那种女上位的戏码？不过傅延州这种帅气多金的霸总被女人惦记是非常合理的，要是搞出来个小傅，那就更厉害了。想到这里，司胜瞬间改变了主意，把钱揣进了口袋，笑了笑道：“既然是傅总的朋友，那
我也就放心了。只要这位小姐事成之后记得我的好处就行。女人闻言大惊失色，你是谁？你怎么知道？司胜微微摇头，把傅延州送了过去。人你带走，这好处我以后会自己来和你拿，各取所需，你懂我意思。女人看了看傅延州，又看了看司胜，随后目光变得坚定。好，我记住你了，事成之后我一定有后报。司胜笑着摆了摆手，快去吧，再晚点他估计要被造死了。女人吓了一跳，马上搀着傅延州出门。人都走了，司胜也跟着出了门。只见傅延州被带进了走廊尽头处的休息室，然后那个女人跑了。司胜有些懵逼，这人都带进房间了，干嘛又跑了？该不会是想弄死傅延州吧？可这家伙刚答应签约，要是挂在这里，自己也得不偿失。想着，司胜走了过去，刚到门口就看到傅延州摇摇晃晃自己跑了出来。司总，救我！司胜浑身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这种事情怎么能让自己救呢？还是报警送医院算了，先把自己的嫌疑洗干净。先生让一下，我是来休息室打扫卫生的。忽然背后传来了一个好听的声音，司胜回过头，看到是一个18、19岁的少女，穿着特制的服务生服，还拿着拖把抹布。女人傅延州似乎到了极限，双眼冒光，对着那少女服务生就扑了过去。司胜眼疾手快，一把扣住了傅延州的脖领，这可不兴碰啊，犯法的，你要是搞了，我可就成帮凶了。少女也被吓了一跳，马上躲到了司胜后面。先生，他这是喝醉了吗？司胜想了想道，他被下药了。你认不认识这个酒吧里能干那个的小姐？少女愣了一下，随后摇了摇头，我今天刚来上班，我不知道哪里有，要不我帮您问问其他同事。问什么问？我是他未婚妻，我来接他了。正说着，前面那个女人带着另外一个女人又回来了。司胜恍然大悟，原来第一个女人是来当僚机下药的，后面这个才是正主。但是他查过傅延州，人家根本没有什么未婚妻。不过今天这事要是成了，那说不定就是了。想到这，司胜把傅延州推了过去，自己拉着那个少女退到了墙角。傅延州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本性，闻到那味自己就扑了上去。自称未婚妻的女人就这么明目张胆地带着傅延州进了休息室，反锁了房门。不一会，房间内就传出了让人想入非非的声音。司胜脸上露出花一般的笑容。保洁少女红着脸拉了一下司胜的衣服，这个他会不会有事？我还要不要进去打扫卫生？司胜愣了一下，心思急转，你还想着打扫卫生呢？你知不知道刚进去的是谁？他有没有事不知道，倒是你估计要出事了。少女吓了一跳，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一个保洁的。司胜耸了耸肩，因为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最好的结果应该会被开除赶出天海市。少女惊恐道，那最坏的呢？司胜笑了笑道，当然是被杀人灭口了。闻言少女腿都软了，她就是一个学生，假期出来打打零工，赚点学费伙食费，哪能知道会摊上这么个事情？这位先生，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我求求你救救我，我还不想死啊！司胜扶住了少女，呵呵，吓唬你的，这女人敢设计傅延州，可见来头不小。虽然这事情被你撞见，但想杀人灭口应该不现实，最多把你赶出天海市，或者给你一笔钱做封口费。闻言少女的腿更软了，傅延州傅氏集团身价1000亿的大总裁被一个女人下药了，这事情还被他看到了，敢给傅延州下药，那肯定敢弄死自己。先生，你救救我吧，你能和他一起在这喝酒，一定也是有身份的人，一定能救我的。我不想死，我也不想被赶出天海市。司胜用了点劲，把少女插起，先离开这里再说吧，免得打扰了人家的好事。最早那个僚机女人伸手拦住了两人的去路，贱民，前面让你拿钱滚蛋，你不走还想威胁我，现在你怕是走不了了。司胜皱了皱眉，这个女人样貌算得上端正，穿着也都是名牌服饰，一看也是受过教育的，怎么一开口就是这么粗鄙的话？说说看，你又是哪家的狗？听到司胜说他是狗，女人怒了，抬起巴掌就朝司胜脸上抽去。你这贱民竟然敢骂我是狗，真是活腻了！砰！司胜只是一脚就将女人踹飞数米，砸到了墙上。我实在是搞不懂，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总喜欢扇人巴掌呢？还有，你哪里来的优越感？你是怎么敢对我这种成年男性动手的？女人捂着肚子躺在地上，一脸的痛苦。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你敢打我，我唐家是不会放过你的。司胜撇了撇嘴，我管你什么身份，敢对我动手，那你就要做好先死一下的准备。女人吓了一跳，整个人蜷缩到了一起。我是唐陵的人，唐陵是天海豪门唐家唯一的大小姐，你不能动我。看着女人那不堪的模样，司胜不屑地扫了她一眼，随后带着保洁女孩出了酒吧。期待的埋伏也并没有出现，他搞不懂的是酒吧外没有埋伏，所以那个女人到底在嚣张什么东西？先生，我们现在怎么办？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司胜招了招手，示意远处的老王把车开了过来。就这种靠下药上位的小瘪三，我还不放在眼里。你要是害怕，那就去我家当保洁吧。王妈走了，内厅房间少人打扫。你年岁和我妹妹相仿，应该能相处融洽。少女愣了一下，听着小哥的话，她好像根本就不怕对方。家里还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妹妹要人照顾，前面更是下意识地拉住傅延州保护自己，显然人品不坏。如果自己去他家里打工，好像比这外面的酒吧之类的安全。想到这，他点头道：谢谢老板，我一定努力干活。司胜之所以把这个女孩带回去，并非是什么爱心泛滥，只不过是为了多留下一个目击证人，作为日后和傅延州以及那个唐陵的谈判筹码。两人上了车，不久后就回到了私家庄园，下车一路跟进。少女心中的震惊越来越大，这种豪华庄园她只在电视上看过。对，这个庄园的布局和电视新闻上播报过的天海首富家一样，天海最年轻的千亿总裁，最霸道的商业恶霸，给员工开过
工资待遇最高的大老板。您是司总，那个天海传奇最年轻的商业霸主。司胜笑了笑道：怎么不像吗？女孩抬头盯着司胜看了几秒钟，那年轻的面容和电视转播中的某个人重叠，真的是他，我竟然能见到这种人物。女孩神情惊慌，手脚有些发抖，立马低下了头。对不起，前面酒吧里的灯光太暗了，我没有看清您，冒犯到您了，还请您恕罪。司胜微微一愣，随后伸手敲了一下女孩的头，胡说八道，你什么时候冒犯到我了？再说了，我可是5好杰出青年奖的得主，我不吃人的，你怕什么抖什么？被敲了一下脑袋，女孩反而镇定了下来。这个大总裁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反而倒是有点大叔感。可他明明只有20岁，比自己也就大了1岁而已。我不怕，就是见到偶像，心里太激动了。司胜按住了女孩的额头，往上推了一下，看你一路上都低着头，这样对脖子不好，别到时候小年纪就得了颈椎病，那可遭老罪了。女孩抬头看向司胜，眼里似乎有了一丝异样的光。他在关心我，为什么一个陌生人都会关心我？可我的家人却……看着女孩那楚楚可怜的神态，司胜又是一愣。我真的有那么可怕吗？为什么这个小姑娘看我的脸就吓得想哭？对了，你的名字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等下让管家给你登记一下，以后你就是这里的佣人了，工资给你开5000怎么样？为了维护自己仁慈光辉的形象，司胜岔开了话题，聊起了工资待遇。他报的这个价是略高于市场的，先安抚好这个小姑娘，花点小钱养着，等后面那个什么唐陵上位后，带着这个小姑娘去谈判，对方随便让1个点的利润，那都是每年好几亿的收益。女孩闻言激动道：谢司总，我叫林佑薇，我会打扫卫生，会洗衣服，会做饭。司胜摆了摆手，不用那么拘束，家里做饭有厨师，洗衣扫地也有专门的佣人干。林佑薇脚步一顿，眼里忽然涌现一丝惊恐，那我干什么？您不会是……说着，林佑薇下意识地抱紧了自己的身体。司胜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有一个妹妹，先天脑残，需要人陪伴，你很快就会明白的。正说着，门内忽然冲出一个人影，还是一样的场景，刚走到门口，那个脑袋就撞了过来。司胜本能地伸手去挡，不过这一次他失手了。思念慈忽然停下了，扭头看向林佑薇，眼底闪过一丝意外。林佑薇，他怎么来了？算时间，他今天不是应该去酒吧打工，然后和傅延州一起那啥？完了，傻哥哥又作妖了！救命啊！杀人了，还给不给人活路了？胜哥哥，我实在没拉住他。沈清哥跟在后面一脸的尴尬，他哪知道思念慈的力气那么大，耳朵那么灵敏，隔着老远就能听到司胜回来。本来还在和自己做游戏，呲溜一下就冲出去了，拉都拉不住。沈清哥，你怎么在这里？看到沈清哥，林佑薇有些惊讶，沈清哥也愣了一下。林佑薇，你跑来这里干嘛？司胜懵了一下，习惯性的抱起了思念慈，走进了大厅。别站门口聊，里面有凳子刮过。两女对视了一眼，随后跟了进去，一顿叽叽喳喳。司胜也从两人聊天中得知了一点信息，这沈清哥和林佑薇都是天海大学的学生，两个人虽然不同系，但都是学霸，都是成绩榜上前10的存在。这林佑薇的家里穷，要养家好赌的爸，恶毒妈，还有个辍学的弟弟，天天打他。司胜都服了，这2天不知道怎么的，竟然连续碰到2个命运悲惨的女孩，是老天爷觉得他太善良了，特意派他去拯救这些可怜女孩吗？这是不是太扯了一点？他又不是傻子。正想着，思念慈贼心不死，一口就贴了上来。该死的沈清哥，不让你亲他，你今天还亲，你抽走他的气运，我损失的可是命啊！死司胜，臭司胜，你为什么要让这个恶毒女配碰你？你对得起自己养了20年的媳妇吗？狗系统，这气运非补不可吗？司胜一把按住了思念慈的头，沈清哥，你快把他弄走。沈清哥耸了耸肩，我可不敢，这样他会讨厌我的。你一个大男人，你就让他亲一下怎么了吗？又不会掉一块肉。司胜眉头紧锁，语气略显无奈。这不一样，他现在长大了，已经不是小孩了。林佑薇不明所以，他们这是干嘛？沈清哥低声给林佑薇解释了一下，林佑薇明白了过来。我倒是觉得司总是对的，念慈小姐好奇心重，所以更要教会她明辨事理，免得将来闹出更多笑话。我们可以尝试着慢慢开导，让她形成一种……林佑薇话还没说完，思念慈忽然转头看向了她的眼睛。你一个女主，那么八婆干嘛？我要你来开导。今天要是补不回气运，我估计又要被电击了。就算你是女主，你敢害我，那我也和你没完。狗系统，快弄他！林佑脑子一片空白，顿了顿。其实偶尔满足一下小孩好奇心，并不是什么坏事。小孩子嘛，哪有什么坏心思？你这当哥的，别那么小气。司胜脑子嗡的一声，这尼玛都是什么鬼？怎么前面说的话还好好的，突然就改口了？不等他搞清楚，思念慈又开始作妖。司胜心中叹了口气，手头力量微松，在系统的控制下，思念慈的速度有点超乎寻常。好了，以后不能这样了。思念慈忽然安静了下来，补上了，终于补上了，我不用被电击了。等今天晚上去沈清哥那里，把他今天抽走的气运抽回来就行了。不过这感觉怎么这么奇怪，和以前不一样了。看着又开始发呆的思念慈，司胜心中松了一口气。果然这2姑娘说的没错，只要满足了好奇心，思念慈就不会再闹了。好了，沈清哥带念慈去洗澡，林佑薇，你跟管家去报备一下，我去整理一下明天和傅氏的新合同，你们不用管我。时间飞逝，窗外已经充满了各种虫鸣。司胜将合同发送后，望着窗外笑了笑。理论上这种级别的庄园是不会出现虫鸣的，况且还是很多种一起出现。不过有思念慈在，任何的常理都有可能被打破。其实这种更贴近自然的感觉，倒是和自己前世的那个家相似。小公司运营艰难，比起普通人也好不上多少，吃住更是随意。活动了一下筋骨，回到了生活区1楼主卧。司胜推开门，直接
接进入了右手边的浴室。10分钟后，他出了浴室，拐到正室的时候，房间灯突然亮了起来。你不要过来！沈清歌一脸惊恐地坐在床上，手里还抓着一个遥控器，指着思胜。不过随后他的脸色转红，一下子缩进了被子中。思胜愣了一下，低头扫了一眼光溜溜的自己，多少也有些尴尬。不过都几十岁的人了，尴尬只是一闪而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自顾自地从衣柜里拿衣服。几分钟后，思胜掀开被子，把沈清歌提了起来，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在这儿？沈清歌瞪大了眼睛，这不是你给我安排的房间吗？你有健忘症？思胜摇了摇头，是你有健忘症，而不是我。在公司的时候，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以后换房睡，所以我问你，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沈清歌眼神都呆滞了。两人确实约定好的，但公司事情真的太多了，还要和沐浴液斗嘴，哪里还能记得这个？可不可以先放开我的脖子？思胜随手把沈清歌丢在了床上，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沈清歌一想到前面的景象，那脸就越来越红，结结巴巴道：我忘记了，我以为这个房间有，你知道的，我害怕所以就……听完解释后，思胜笑了，这家伙一直以为这个房间有不干净的东西，自己回来洗澡吵醒了他，所以就有了刚刚的一幕。好了，你回楼上睡去吧，记得关好门窗。对了，念慈呢？沈清歌想了想道，他和林佑威玩累了，我就想着不要打扰他，让他先在林佑威那里睡下了。思胜点了点头，把沈清歌赶了出去，反正只要他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沈清歌。沈清歌无奈，只能红着脸上了2楼，躺在思胜睡过的床上，他就开始辗转反侧，那种味道让他迷恋且无法入眠。半夜里，一道白色人影光着脚丫，无声无息地穿过了大厅，来到了1楼主卧门口。咔嚓一声轻微响动，那个白色人影钻进了房间。房间内，思胜浑身汗毛竖起，冷汗瞬间浸湿床单。朦胧间，那道白色身影正缓缓朝着床靠了过来。我的天老爷啊，这家里果然不干净啊！思胜心中惊慌，强制镇定，紧紧地握住了拳头。难怪沐浴液住这里后疯了，沈清歌住了一晚上也略疯，这一下轮到自己了。思胜啊，思胜，你可真是个蠢货！你都能带着记忆投胎新世界了，怎么就还不信邪呢？这一下好了，不信邪的终于撞邪了。忽然，思胜的鼻子抖了2下，这味道是思念慈。想到这，思胜忽然坐起，一把抱住了那个白色人影。思念慈被吓了一跳，身体都僵了。系统控制他来找沈清歌回收气运，怎么也没想到床上会突然跳起来个东西。不过很快他就发现对方是思胜，心中的惊慌瞬间消失。思胜脑中飞速思考，很快反应了过来，是他让思念慈以后跟着沈清歌睡觉的，而他和沈清歌换房的事情并没有告诉思念慈。刚刚他估计是在林佑威那里醒来后跑回来找沈清歌的。念慈乖，有没有被吓到？思胜开了灯，捋了下思念慈凌乱的头发，心中难免有些担忧。这丫头本来就傻，要是再被吓出个好歹，那可就麻烦了。思念慈依旧一副呆呆的模样，你可真是我的好哥哥，妹妹我差点没被你吓死。臭思胜没事跑沈清歌房间睡觉，你是不是有大病？看到思念慈没事，思胜长舒了一口气，想着他把思念慈放到了床上，盖好被子，又在他额头哈了一口气，不怕哈，有哥哥陪着你，先睡觉，睡醒了就忘了。思念慈听话的闭上了眼睛。哎，这么憨的哥哥，我记得我给他的人设是偏执男啊，这么多年下来，偏执倒是没见多少，现在怎么感觉他好傻？难道是我比例有问题，没有把他的人设写好？为什么我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思胜轻拍被子，等思念慈睡着，自己去到了窗台后的吊椅上坐了下来。这个吊椅还是3年前沐浴液住进来后要求安装的，说是在这里可以沐浴月光和阳光，只不过他从那以后就很少再回家了。这个吊椅到现在还是9成9新，昨日之人一去不可留。啪，东郊废弃工厂，沐浴液收回了鞭子，拔掉了塞在顾宁嘴里的布条。这就是你想跑的下场，我和你说过很多次了，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顾宁浑身血痕，惨笑道：怪我自己眼瞎，当年竟然会答应和你这个变态合作，难怪思胜不要你，就你这种变态，谁能受得了？沐浴液目光一冷，若不是你次次挑拨，我的逆反心就不会被放大。如果不是因为你，我现在已经是私家少夫人，是这天海市最尊贵的女人了。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你。啪，沐浴液气急，又抽了一鞭子。顾宁咬牙忍了下来，明明是你自己造成的这一切。我每一次劝你和思胜和好，那都是真心实意，是你心中的偏见，让你见不得其他人在你面前为思胜说好话。在你潜意识里，思胜就是个坏人，坏到骨子里的那种，是你先入为主，把我每一次说的真心话扭曲。你就是一个变态，一个生活在自己营造世界里的自大狂，一个从来不把别人当人的恶魔。你凭什么让我成为你的附属品？我不是你的嫁妆，我是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沐浴液瞪大了眼睛反驳道：我没有，我只是看你们都是可怜人，我帮你赚钱，你给我和思胜提供情绪价值，这是等价交换，公平交易。你跟我一起嫁入私家有什么不好？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开了，10来岁就要撑起一个偌大的家族企业，还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妹妹。他那么惨，你为什么不愿意给他一点家的温暖？如果他有兄弟姐妹，他何须自己撑得那么苦？闻言顾宁都崩溃了，这像人能说出来的话吗？什么叫他那么惨，我就该给他家的温暖？他那么多钱也没见他给我，他没有兄弟还要照顾脑残妹妹，那和我有什么关系？沐浴液，你够了，你难道就没想过为什么你针对思胜的每一次计划都从来没有成功过吗？沐浴液冷笑道：因为他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爱我，这个我早就知道了。顾宁嘴角一血，哈哈大笑，你真是个可怜虫，蠢货，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因为什么。沐浴液愣了一
下，丢下了手中的鞭子，告诉我为什么？我可以考虑对你轻一点。为了自己的小命，顾宁心思飞速流转。快醒醒吧，沐玉叶！你之所以会失败，不是因为他不够爱你，而是因为你不够爱他。你以为我可以做你的提线木偶，任由你摆布？他司胜也一样可以任你摆布吗？从我们签订协议，你带我回去见他那天起，他就已经决定不爱你了，因为你不值得任何人的爱，你就是一个疯子，一个以爱伪装自己的变态。你每一次求而不得，你不敢对他发火，质问他，你就让我当他的替身。你打我折磨我后，你就开始后悔，内心煎熬。你让我在各地名山大川跪地给他祈福，想以此消除你心中的罪恶。你这种自欺欺人的变态真的很可笑。啪！沐玉叶忽然发狂，一巴掌狠狠地抽在了顾宁脸上。你闭嘴！不是你说的那样，你不知道他有多爱我，你更不知道我有多爱他。我连大声和他说话都不舍得，我怎么可能会去质问他伤害他？你能替他受罚，那是你的荣幸。我供你吃穿，借给你那么多钱，那些钱都是他给的，你给他祈福，保佑他健康平安，有什么问题吗？闻言，顾宁的心态再次炸裂，这变态女人真的太恐怖了，必须要想办法逃出去。她非常确信这个变态会杀了她给司胜赔罪。你放屁！你如果真的爱他，就不可能会有我的存在。他爱你倒是真的。沐玉叶身上那股疯狂的气势缓缓褪去。你说他爱我，你没有骗我。看到自己的话术奏效，顾宁心中松了一口气。是的，他很爱你，宠你，就算到现在，他依旧放不下你。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司胜身边就没有过其他异性？他那种耀眼的存在，放在任何地方，恐怕早都已经被各色美女扑倒了。但他为你拒绝了所有异性的靠近。他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而你呢？你是个蠢货。不过好在他现在对你还保留有深厚的感情。你如果现在放了我，我可以教你如何重新获得他的青睐。沐玉叶癫狂的神情顿了一下，急速恢复了平静。你说你有办法？呸！顾宁吐出了一口血水。只要你放了我，我就有办法让他回心转意。沐玉叶忽然从后腰掏出一柄匕首，想都没想，直接扎在了顾宁的肩上，先废掉你一边手臂。你要是敢骗我，你会死得很惨。顾宁咬着牙，忍着疼痛，心中打起了算盘。你们不是有那么多年的感情吗？而且你也已经确定他不会对你见死不救。我们不如再演一场苦肉计，把一切的罪责都推到我身上。到时候司胜知道一直都是我在蒙骗你，他就会原谅你。我弄点动静出来，让你们经历一段生死，他肯定就能回到你的怀抱。沐玉叶听得眼神一亮，若是能利用顾宁，让两人冰释前嫌，再经历一段生死，司胜重情重义，必然会原谅自己，最不济应该也不会讨厌自己。想到这里，他立刻和顾宁商量起了详细布局。次日，司氏总部助理办公室，沈清歌没有看到沐玉叶，感觉有些奇怪。沈助理富氏集团发来通知，副总会过来和总裁签约，你这边准备一下。还在奇怪中，沈清歌就收到了通知，随后直接懵了。这是他第二天上班，哪里知道怎么弄？这可是2大千亿级别的总裁会面签约，那场面不敢想象，也想象不到。怎么办？给沐玉叶打电话。很快他就收到了无法拨通的声音，急了。司胜推门而入，沈清歌尴尬地笑了笑，这种场面我没见过，实在抱歉。司胜摇了摇头，签个合同罢了，安排个安静的地方，准备好茶水就可以了。咱们司氏在这天海不用看任何人脸色，记住了吗？沈清歌懵懂地点了点头，他一个19岁的学生又哪里懂这些东西，他更不知道司氏与傅氏的具体实力。不过有司胜的这句话，他也就放心了。双方的签约地点安排在了楼下的咖啡厅。司胜和傅延州见面的时候也被吓了一跳，此时的傅延州脸色发白，眼眶发青，眼光发绿。司总，你可害苦我了。闻言，司胜笑了笑道：傅总这是说的哪里话？我什么时候害过你了？傅延州左右看了一眼，发现司胜身边还站着个美女，顿时尴尬的脸都红了。司胜会意摆了摆手，你下去和老板说一下，这个店我们包了，给还在消费的人双倍补偿。接到命令，沈清歌立马退下清场，他又不瞎不聋。很明显，傅延州现在自觉丢脸，他在碍事，要是签不成这100亿合同，把他卖个几十遍都赔不起。等了一会人都走后，傅延州总算松了口气。昨天晚上我不是让你救我吗？你怎么自己跑了？司胜愣了一下，故作不解道：你未婚妻都来接你了，我有什么理由不放下你呢？傅延州叹了口气，要说未婚妻，我确实和唐家有一门娃娃亲，只不过那个女孩在很小的时候走丢了。昨天那个女人是唐家养女唐玲，她一直都想继承这个婚约，可我万万没想到她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她现在拿这个逼我和她结婚，我可怎么办啊？司胜眉头一皱，世家联姻罢了，无论是养女还是嫡出，要的不过是一个由头。我看那个唐玲也是个美女，而且对你应该用情至深，不然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你应下这门婚事不就可以了，何必纠结呢？傅延州无奈地叹了口气，他哪里是对我有情，他不过就是觊觎傅家少夫人的位置罢了。我如果答应这门亲事，对那个失踪的唐家嫡女岂不是不公平？司胜嘴角抽了抽，就这魄力，他搞不懂傅延州到底是怎么当上总裁的。你管他公不公平，唐家能给你带来好处，能巩固你在傅家的地位不就好了？你不会是爱上了那个？对了，你见过唐家嫡女吗？傅延州摇了摇头，定亲的时候我才5岁，他才刚出生，他5岁后就失踪了，别说见面了，我现在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闻言，司胜沉默了一下，也就是说，你要为了一个从未见过、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失踪人口
守着那个婚约，你疯了吧？你爸妈知道你这么纯情吗？傅延州尴尬地笑了笑，我倒不是为了那个什么未婚妻，主要是我不喜欢唐玲。司胜深吸了一口气，缓和了一下情绪，世家联姻罢了，你干嘛非得喜欢呢？那个唐玲要样貌有样貌，要身材有身材，要家世有身材，你有什么不满意呢？咋地？他满足不了你，可我看你这脸色，应该不是那回事吧？傅延州一脸为难道，可我不喜欢他啊。司胜摇了摇头，心中已经对傅延州非常的失望。作为一个庞大集团的继承人，他太感情用事了。这种级别的世家子弟，竟然如此在乎男女情爱，只要被人略作手脚，傅氏必然损失惨重。和这种人合作非常不稳妥。嗡，没等说话，司胜的手机传出震动，看到是沐浴液的来电，司胜按下了接听键。沐浴液在我手上，现在立刻准备1000万现金到东郊赎人，不能报警，只能你自己来，否则我就撕票。挂断电话，司胜沉思了几秒钟，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有人绑架了沐浴液，在东郊还要1000万赎金。执法局接到报警，立刻安排救人。挂断电话后，司胜继续说道：“我觉得我还是得慎重考虑一下和你的合作，你太感情用事了，这让我对你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傅延州指了指电话：“沐浴液不是你前未婚妻吗？她被绑架了，你不着急。”司胜眉头紧锁，对这傅延州更加的失望。首先，我与沐浴液如今只有雇佣关系；其次，救人是执法队的事情，我再急没有任何作用，反倒是会被有心人有机可乘。我们的合作就此终止吧。给你一个忠告，你不适合当一个掌权者。闻言，傅延州站了起来：“司总，我还可以继续让利一成，要不你再考虑考虑。”司胜摇了摇头，如果傅氏一直由傅延州掌控，未来堪忧，他肯定不会和这种没有未来前景的企业合作。傅总不必了，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下次有机会再见。说完，司胜果断地走出了咖啡厅，朝老王招了招手，去东郊。虽说和沐浴液划清了界限，但还不至于到见死不救的地步。如果对方只是求财，1000万他也是可以出的。老王一脚油门冲了出去，东郊废弃工厂，沐浴液和顾宁弄好了绑架现场。被吊起来后，沐浴液有些紧张地问道：“这样真的能让他回心转意吗？”顾宁认真地点了点头，一边检查绳索的结实程度，一边说道：“我办事你放心，这一次一定让司胜重归你的怀抱。”沐浴液被吊起来后，心中莫名的有些惊慌。“你若敢对我图谋不轨，你一定会死得很难看的。”顾宁笑了笑道：“我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又哪敢对穆大小姐图谋不轨？我只是想拿回应该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罢了。”闻言，沐浴液大惊失色，疯狂的挣扎：“你现在最好放开我，否则司胜一定不会放过你的。”顾宁摇了摇头：“我自然知道司胜不会对你不管不顾，我只是要一点钱，然后离开天海市，离开你这个恶魔。”沐浴液恍然大悟：“你敢骗我，我一定让你不得好死！”哇呜哇呜，废弃厂房外传来了大片警笛声，沐浴液和顾宁都愣住了。哈哈哈，沐浴液，你看到了吗？司胜他报警了，他连1000万都舍不得给你。你想想，他以前对你多好，副卡任你消费，想要什么买什么，彩礼30亿，比你整个穆家加起来的钱都多。现在呢，他1000万都不愿意给你了。你这个恶魔终于得到惩罚了，曾经最爱你的人被你亲手做没了。如果我今天再把你我合谋骗了他3年这件事情告诉他，你觉得他还会在乎你们之间那可怜的朋友之情吗？沐浴液吓呆了，随后更加疯狂的挣扎：“顾宁，你放我下来，我答应你，只要你放我下来，并保证不告诉他真相，我就放你走。我还会给你1000万补偿，不，给你3000万、5000万，我送你远走高飞。我求求你，快放我下来！”顾宁脸上一阵冷笑：“我已经蠢过一次了，你以为我还会再蠢第2次吗？你的钱我可不敢要，我怕有命拿没命花。再说了，司胜是谁？从10岁起就纵横商场的存在，因他而家破人亡的还在少数吗？他多狠我知道，我连你的手都逃不过，我更别想逃过他的手掌心。他现在不要你了，你对我也没用了。”沐浴液闻言大惊：“你要干什么？执法队的人已经来了，你敢伤害我，你就完了！哈哈哈，我为什么要伤害你？我可以好好活着，为什么要找死？你以为我和你一样的蠢吗？”痛骂了一顿沐浴液，顾宁双手抱头，直接趴在了地上。本来他是想讹点钱跑路的，现在事情变化超出了他的预料，他立刻就改变了想法。坦白从宽又不会牢底坐穿，他又不是真绑架，最多算个恶作剧，口头教育一下就好。至于沐浴液的事情，他已经准备全部曝光出去，最起码能消除司胜对他的怨恨，还能把沐浴液送进去一段时间。他趁着这个间隙有多远跑多远，以后再也不碰这种变态了。执法队的人将现场包围，缓缓推进，只看到地上趴了一个人，天上吊着一个人。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趴在地上的那个人浑身都是伤，好像更像受害者。救命啊！执法队的叔叔们，快救救我啊！顾宁趴在地上大吼了起来，一群执法队的人都懵了，大部分人都看向了沐浴液。被吊着的沐浴液也是有口难言，他现在能说什么？顾宁已经决定背叛他了，他说的再多也是徒劳。限量豪车上，司胜的手机传来震动，什么？劫匪抓住了，恶作剧。好的，我现在马上来执法局。挂断电话，司胜的嘴角开始不断的抽搐，这都是什么鬼？两个神经病拿他当傻子耍。执法局调解室，司胜看着低头不语的沐浴液和悲惨的顾宁，头都大了。胜哥，你救救我吧，我真的受不了了，求求你把沐浴液带回去，关起来，不要再让他出来害人了，好不好？我给你跪下磕头都可以。砰！执法队的队长一拍桌子，请注意你的言辞，私自囚禁他人是违法的。司胜笑了笑道：“队长别生气，我是5好杰出青年，肯定不能干出那种事情。让这个顾宁先说说怎么回事吧。”顾宁抹了一把眼泪，掏出手机打开了相册。胜哥，你看看这些合约，虽然都是手写的，但你一定能看出来是谁的笔迹。司胜接过手机，翻阅相册，快速浏
浏览完30多份合约协议，脸色愈发的怪异。沐玉叶，这上面的笔记和你的一模一样，你写字还是我教你的？你告诉我，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写的？沐玉叶无法反驳，点了点头。顾宁急忙说道：“盛哥，还有下面的视频，你也一起看了。你都不知道这些年我替你受了多少苦，替我受苦。”司胜懵了一下，随后点开了视频，每一段视频都很短，显然是拍摄者害怕被发现偷拍的。但近100个视频下来，司胜也看明白了，果然那天沐玉叶确实没有骗自己，他和顾宁是清白的。但他无法想象，怎么好好的一个漂亮丫头，心里会扭曲成这样？难道是自己给她养歪了？可她从小到大都是自己捧在手心里养的，没有让她受任何委屈和心理伤害。她叛逆不懂事，这些都可以理解，毕竟被自己宠坏了。可她怎么能心理变态呢？沐玉叶，这些年我就是这么教你的。越想司胜就越生气，要说花被别人摘了，他会很伤心难过，但他能理解，美丽的东西总会被人惦记。青春期的叛逆少女追求自认为的美好，可尼玛现在告诉她，这花从小就变异了，早就变成了食人花，还跑出去咬了人，这不是在啪啪打他司胜的脸吗？被退婚啥的，大不了被人笑话一段时间。可20年养出个变态，他会被人戳脊梁骨一辈子的。这个消息一旦被传播出去，经过有心人的编排，他司胜的人品就会被质疑，而司氏必然迎来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沐玉叶无话可说，就那样低着头一言不发。司胜深吸了一口气，顾宁，我知道这几年委屈你了，我可以对你进行赔偿，我希望你可以和沐玉叶私下和解。顾宁摇了摇头，我不要赔偿，我也不会去告他，我只要你们在执法局的见证下给我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从今往后不再找我任何麻烦就好。顾宁有过亲身体会，知道自己面对这种豪门世家讨不到半点好处，人家家大业大，每年给天海市创造那么多价值，就是执法队也大概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沐玉叶肯定会被轻判，而他顾宁肯定会被清算，这种狠角色的钱谁敢要？闻言司胜眼中闪过一抹微光，这件事情出来后，他确实已经准备清理掉顾宁了。不过现在看来，这顾宁还挺聪明的，从几年前就开始留证据了。如果现在清理，难免还有后手，那将会是更大的麻烦。保证书我们可以写，但赔偿我也一样会给你。我希望你能拿着钱去找个环境好点的地方生活，治疗心中的创伤。顾宁知道司胜这是怕他反口，只要收下钱，那么自己再反口的话，以司家的势力就可以让舆论反转。好，给我1000万，我会带着保证书和沐玉叶的秘密永远离开天海市。识时务者为俊杰。经过磨难后，顾宁悟了，拿着保证书和钱，连夜坐飞机离开了天海市。